刚睁眼，我就听到旁边传来女人的喘息，那声音轻而断续，带着颤抖。我偏头借窗外微光，看清了她那张脸，即便昏暗中也漂亮的刺目，锁骨上的青紫，触目惊心。这是怎么回事？皮带抽打，酒瓶破裂，女人哭声，那些伤痕是我打的。我重生了，重生在一个同名男人身上。他酗酒、家暴、游手好闲。我陈醉生本是千亿商业神话，一睁眼成了这破家的男主人，一个打老婆的烂赌鬼。你醒了？是不是睡不着？我去给你倒杯茶。不用，你睡你的。我声音尽量温和，他却像受惊的兔子。只是看他赤脚踩在冰凉水泥地上，走到门口时，下意识回头看的不是我，是墙角的女儿。徐梦看女儿那一眼，眼神里的东西让我这个见惯尔虞我诈的商人，心脏像被人狠狠攥住。上辈子我谈过上百亿的生意，见过各国政要，睡过无数投怀送抱的女人，我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但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被伤成那样。醒来第一件事是小心翼翼，怕吵醒打她的男人；第二件事是看女儿有没有睡好。我坐起来揉太阳穴，记忆还在不断涌进来。他好赌，赌输了就打老婆。你给我闭嘴！你这个贱人，干坏我的好事！打得最狠那次，徐梦在床上躺了3天，还得爬起来给他做饭。他游手好闲，家里全靠徐梦在菜市场摆水果摊，一月挣2、3千，被他拿去赌，输了回来继续要。他连女儿都不管。倩倩发烧39度，他在牌桌上接电话回一句：打牌呢，死了再告诉我。最后是昨天，哥又输了。没事，徐梦抵给你，值多少你说。徐梦能值几个钱呀？怎么不值？长得漂亮，不信明天来看，我让你看。今天牌友就要上门来看货了。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徐梦端来茶杯，这时倩倩在梦里不安的哼唧。我掀开蚊帐，接过茶杯，进来吧。蚊子飞进来咬到孩子不好。徐梦猛地抬头看我，完全不敢相信那个非打即骂的男人会说出这种话。他上床哄睡倩倩，背对我躺下，身体微微绷紧。过了好一会儿才极小声道：睡不着吧？我嗯了一声。他想得到信号，手指颤抖着移向睡衣纽扣。床有点响，你轻点。声音里是认命似的麻木。我脑袋嗡一声，瞬间明白了，原主居然让妻子在女儿身边，用这种方式平息他可能爆发的怒火。强烈的恶心和怒火冲上脑门，紧接着是更汹涌更尖锐的心疼。我一把抓住他解扣子的手。徐梦，我看着他的眼睛，第一次认真叫他的名字。听着，以后不需要这样。他浑身剧烈一颤，眼睛瞪得极大，满是震惊、困惑，还有一丝不敢流露的微弱希冀。睡觉，我带你和倩倩过点像样的日子。话出口，我心里的计划已经清晰了。天刚亮我就醒了，不是习惯，是胸腔里那股想立刻改变的冲动，烧得我睡不着。徐梦正用最轻的动作抱倩倩下床，看见我睁眼吓了一跳。对不起，是我自己醒了。我坐起身，今天我去送倩倩，然后跟你去摊位。摊上最近生意不好。我知道他以为我又要拿钱，恐惧已成他的本能，但这次我没解释，起身走向厨房。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一碗冷饭，空得让人心酸。当2盘金黄喷香的蛋炒饭端上桌时，徐梦和倩倩站在边上，像看一个无法理解的神迹。倩倩仰着小脸：妈妈，爸爸会做饭。徐梦没回答，只是看着我，眼神复杂。菜市场喧嚣真实，我站在徐梦水果摊前，眉头微蹙，太简陋了，只有一种苹果，摆得乱七八糟，破纸板上歪歪扭扭写着3.8元美金。隔壁卖菜大妈扯嗓子喊：哎呦，醉生今天来帮忙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连眼神都没给他，脑子在飞快转，品类单一毫无竞争力，定价死板，利润太薄，客流稀疏，完全没吸引力。徐梦要去补交管理费，临走不安地看我一眼，小声说：苹果3块钱斤的。知道了，去吧。他1步3回头的走了。我蹲下捡起那种薄薄红色塑料袋，掂了掂，又看周围步履匆匆，对着小摊视若无睹的人群，
一个瞬间引爆需求的方案清晰浮现。我扯过电箱子的硬纸板，捡起地上记号笔，写了2行大字，然后毫不犹豫撕下那块3.8元旧招牌，把新招牌立在最显眼位置。隔壁大妈伸头一看，直接笑岔气，20块钱一袋，随便装。陈醉生，你脑子真被酒精泡坏了，这不得亏得你裤子都没了。我缓缓站起身，笑着看她，阿姨，算账不能只算斤两，我要的不是这一袋苹果能赚多少，是要在最短时间清空库存，回笼资金，彻底盘活这死气沉沉的摊位。新招牌很快起了作用，一个大叔凑过来，老板，真20块一袋随便装，不会酸吧？我随手拿起苹果，利落剥开递过去，尝尝，甜不甜你说了算。他尝了，二话不说，抢过袋子就开始装，恨不得把袋子撑炸。我淡然笑了笑，袋子提得走，苹果就是你的。这句话像打开了闸门，人群轰的一下围了过来。20块钱不多，但随便装3个字瞬间点燃人性里最原始的冲动。隔壁大妈笑容僵在脸上，嘴巴张着，看着疯抢的人群和飞快减少的苹果，手里的秤砣掉了都没想起来捡。徐梦交完钱，心事重重往回走，离老远就看见自家摊位被人群淹没了，吓得脸都白，以为我又搞出什么祸事。他拼命挤进来，看到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他看我站在摊位后，没有低声下气，也没有暴躁发火，就那么稳稳站着，收钱递袋子，而周围的人像疯了一样在抢他的苹果。那些以前一天都卖不掉多少的苹果，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当他看到20元一袋随便装的招牌时，脸都白了。你疯了！20块钱随便装，我们要亏死的。放心，我指着那些塑料袋，撑死装5斤，咱们稳赚。你看他们，觉得自己占了便宜，抢着送钱呢。他愣了，看向排队的人，卖了多少了？快500了。500？他眼睛瞪圆望着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苹果快见底了，后面还排着长队。我问他补货吗？排队的人立刻嚷起来：“老板，快去进货啊！”徐梦赶紧打电话，按我的意思，直接要了一整车。供应商老李开车过来，看到这场面，啧啧称奇。快到接倩倩时间了，一车苹果卖掉了大半。真不错啊！老李捻着手指算，震惊道：“乖乖，今天得卖了1000多斤。”徐梦不敢相信。多少？营业额大概4300。我接话，这点小钱不值一提，但却是这个家重新站起来的第一步。徐梦恍惚了，他以前1个月都难赚到这个数。收拾完摊子，我拉着徐梦去买菜。鱼肉排骨花了快300。徐梦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我知道他心疼，但今天我们必须庆祝。接到倩倩，爸爸妈妈，小丫头看见我手里提满了菜，欢呼雀跃。爸爸，我们要吃大餐吗？对，糖醋鱼、红烧排骨。我弯腰蹭蹭他小脸。好耶，最爱爸爸了。他围着我蹦蹦跳跳。徐梦看着我们，眼神柔软下来。曾几何时，这个家只有沉默和恐惧，现在终于有了一点温度。我们仨有说有笑往家走，倩倩叽叽喳喳，徐梦脸上带着浅浅笑意。这画面就是我重生后想要的一切。路过巷口杂货铺时，倩倩突然拽了拽我衣角，眼睛亮晶晶指着店里一个玻璃缸。爸爸看，小金鱼，红红的，好漂亮呀。那只是几块钱一条的普通金鱼，但在倩倩眼里却是珍贵的宝贝。好，爸爸给你买。徐梦回头，我先回去洗菜，你们快点回来。他提着菜，脚步轻快走向10几米外那栋破旧筒子楼。我抱着倩倩在杂货铺前挑选，就在我付钱时，眼角余光瞥见几个身影晃到我家门口，堵住了正拿钥匙开门的徐梦。我心里一沉，嫂子，等你好久了。徐梦明显吓了一跳，后退一步，警惕地看着他们。想干什么？黄毛嬉皮笑脸的凑近，就是来提醒嫂子一声，你男人陈醉生昨晚牌桌上手气背，就拿你来抵账，让兄弟们乐呵乐呵。徐梦身子一晃，手里的菜掉在地上，他脸色瞬间惨白，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我快步冲过去，徐梦已经转过身，背对着那群混混，面向着我走来的方向，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只有泪水无声的疯狂涌出。他看着我抱着女儿，拿着金鱼缸，像个好父亲一样走来的我，嘴唇在抖，像是要说什么。然后我听见，陈醉生，你用1晚上加1白天演这么一出戏，就为了让我自己去跳这个火坑？他猛地弯腰，捡起地上刚买的菜，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朝我砸来。我恨你，我要跟你离婚！菜砸在我身上，散落一地。倩倩被吓坏了，哇的一声哭出来。妈妈，不要打爸爸。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徐梦转身就往屋里冲，但他没冲进去，
三角眼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哎，弟妹，别急着走啊！他的手往上摸，咧着嘴笑。你男人可是白纸黑字，今晚你得跟我们走。我看见徐梦整个人僵在那儿，脸上的恐惧比刚才更甚。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放开他！声音冷下来的时候，那是在伤海里沉浮10年萃出来的东西，这些混混没见过。一巴掌扇在三角眼脸上，他踉跄几步，嘴角溅了血。他捂着脸，愣了，所有人都愣了。给我弄死他！他反应过来，疯了似的扑上来，拳头挥过来，我侧身躲开，一脚踹在他肚子上，他惨叫着倒飞出去，全在地上干呕。剩下3个骂骂咧咧冲上来，我动作很快，平腕摔肘，顶膝，全是学的搏斗术，招招朝着冲出去。不到1分钟，4个人全趴在地上。我听见身后倩倩举着小拳头喊：“爸爸加油，打坏蛋！”徐梦没出声。我走到三角眼面前，一脚踩住他胸口，俯视着他，听着，赌，我戒了，以前的账一笔勾销，再敢来，我见一次打一次，懂？他还在嘴硬。你欠钱不还，我们报警！报警！我笑了一声。聚众赌博，赌资巨大，是什么罪要我告诉你吗？我手机里可有证据，要不要我帮你报？他们脸色瞬间白了。对不起，陈哥，我们错了，这就滚！等等，我叫住他们，回头看了徐梦一眼，他还在发抖，给我老婆道歉。那几个人憋屈的要死，但还是低了头。对不起，弟妹，走吧。我一脚踢开三角眼，他们连滚带爬跑了。世界安静了，我转过身看着徐梦，他脸上泪痕未干，身体还在抖，看我的眼神里有恐惧，有怀疑，还有深深的受伤。我心里像针扎一样疼。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很重。徐梦，以前那个陈醉生是个人渣，他做的那些事，死1万次都不够。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用我的命发誓，从今往后，我陈醉生要是再让你和倩倩受一点委屈，我不得好死。徐梦望着我，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他嘴唇动了动，最后红着眼吼了一句：“陈醉生，你太混蛋了，我不会再信你的。”说完，他拉着倩倩冲进屋，砰的关上。他没再提离婚，这就够了。开门进了厨房，很快糖醋鱼和红烧排骨的香味飘满了屋子。我把饭菜端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饭好了，生气别饿着孩子。”我睡客厅，放下托盘，我转身离开。门里传来倩倩小小的声音：“妈妈，好香。”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细微的碗筷声。我躺在硬沙发上，望着天花板，路还很长，但方向从未如此清晰。守护他们，让这个家真正好起来。吱呀，卧室门轻轻开了一条缝，我闭上眼，假装睡着。几秒钟后，门又轻轻合上了，但这一次没锁。我嘴角微微扬起。接下来几天，我天天陪徐梦出摊，20元一袋随便装，成了菜市场的风景线。苹果每天稳定卖出1000多斤，不到1周，徐梦卡里多了整整1万块。夜里他常常失眠。后面几天销量开始下滑，我又出新招，进点车厘子、蓝莓。他皱着眉，以前试过，根本卖不掉。这次不一样，我把摊位分成2档，低档15一斤，有苹果、水蜜桃；高档25一斤，车厘子、蓝莓任选。所有水果洗净切块装盒，加1元无限酸奶，再加1元送1斤苹果。新摊位干净清爽，在乱糟糟的菜市场里格外扎眼。当天营业额突破3000，更让我满意的是，买高档水果的人比低档的还多。收摊时他忍不住问我为什么？我看着他笑，因为贵的让他们觉得更占便宜，差10块钱就能随便拿高档货，谁不心动？做生意玩的是人心。他啐道：“就你会说。”嘴上嫌弃，嘴角却忍不住翘起来。这一周我们又赚了1万多。他看我的眼神开始渐渐恢复光亮。这天接倩倩回家，在门口看见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徐梦的大哥徐海。哥，徐梦惊喜地跑过去，徐海简单看了他一眼，目光就像刀子一样扫过来。小陈，陪我去买包烟。我知道他有话要说，走到停车场，他指着一辆宝马，这车20多万，你觉得怎么样？还行。他掏出一张银行卡，拍在我手里，里面20万，车也给你，明天跟小梦离婚，孩子归他，车子和钱归你，从此两清。听到徐海的话，我摇了摇头，大哥，我现在不一样了。狗改不了吃屎。徐海脸色骤冷，小梦在我们家是掌上明珠，跟了你过的什么日子？喝酒赌钱，你配得上他吗？嫌钱少开个价。怒火蹭的窜上来。我知道他骂的是原身，可这些话
还是扎人。再给我几个月。你连曼迪都不如。他打断我，乡下来的土包子，真以为上过大学就是城里人了？要不是小梦当年瞎了眼，你算什么东西？你们这种人不就是想攀高枝捞钱吗？娶个漂亮老婆有面子是吗？你配吗？我攥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我是农民出身，让你家丢脸。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但别拿钱砸我，砸不动。3个月我就能赚100万，到时候你再来跟我谈。徐海愣了一下，随即像听到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我没再理他，转身往回走。回家后，徐梦迎上来，眼里有些担忧。没事吧？没事儿，大哥鼓励我呢。我笑着撒谎，他不信，但没再问。徐海留下来吃饭，饭桌上他扫了一圈屋里的旧家具，皱了皱眉。这些破烂还留着，不怕人笑话？我刚要开口，徐梦在桌下轻轻拉了拉我，他对大哥小声说：“哥，醉生最近真的变了，帮我想了好多点子，赚了一些钱。”徐海冷哼一声，没接话。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脸色瞬间大变。什么？刘总不满意我们的营销方案？不是说好了今天定稿吗？电话那头声音很急，我在旁边都能隐约听见。刘总看了方案说太老套，什么尊享人生、典藏之作，他说现在客户不吃这一套，最后3小时他要亲自跟你谈，改不出来，这个项目的策划费全扣，你的职位也悬了。徐海连忙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低声下气地和客户沟通。对方要求既要突出高端定位，又不能显得高高在上，要有文化底蕴，又要年轻化。我听了几句，瞥了眼他的策划案，思路全错了。高端楼盘卖的不是房子，是圈层，是资源，是未来。我没说话，转身回了厨房。等我再端菜出来，徐海不见了，电脑还开着，策划案停在一半。大哥出去打电话了。徐梦忧心忡忡，这一单要是丢了，他工作都可能保不住。听说这个楼盘是他们公司今年最重要的项目。倩倩忽然扬起小脸。爸爸，你比舅舅厉害吗？除非你证明给我看。我笑了，坐下，移动鼠标，直接把徐海没做完的策划案全选删除。你疯了！徐梦惊呼。没保存吗？保存也没用，他的思路不对。我没解释，手指落在键盘上，很快我就沉浸进去。新的策划案在我手下成型，圈层运营逻辑、资源整合思路、身份认证体系，一条一条搭起来。徐海回来时，看见我坐在他的电脑前，整个人瞬间炸了。谁让你动我电脑的？他想帮忙。徐梦急忙解释。他懂个屁，房地产营销。徐海冲过来，正要发作，却猛地愣住了。屏幕上是一套整整齐齐的营销策划案，但下一秒，他眼睛红了。我原来的方案呢？删了。他浑身都在发抖。你知道我熬了几个通宵吗？可就在这时，手机响了，交稿时间到。他看着屏幕上几乎完成的新方案，脸色变幻，最终一咬牙点了发送，然后狠狠瞪着我。这单要是黄了，我跟你没完。结果还没出，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不到10分钟，他手机又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嘴角抽了一下。挂断电话后，他脸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拿着电脑就往外走。我去一趟公司，回来再跟你算账。我淡淡一笑，我知道他会面临什么。那策划案里的东西根本不是他这个层次的策划能讲明白的。果然，没过多久，我手机响了，是徐海。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有些窘迫。陈醉生，你能不能马上来我公司一趟？刘总他非要见策划者本人。地址发我，我开车来接你。去公司的路上，徐海把车开得很快，车厢里一片沉闷。他没说话，我也没开口。等红灯的时候，他绷着脸，终于憋出一句：“等会见到刘总，你少说话，我来应付。”我瞥他一眼，继续湖边，然后当场穿帮。他脸一红，闭嘴了。进了会客室，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站起身，指着投影问我：“陈先生，圈层聚合厂这个概念不错，具体怎么落地？”我走到投影前，让助手翻到运营页。我设计的是一套身份认证体系。第一，业主需通过业委会审核，不是有钱就行，而是要对圈层有价值资源、人脉、技能或影响力。第二，建议保留30%房源作为流动会籍，邀请顶级企业家、艺术家、学者短期居住，让社区自带光环。第三，每月举办圈层对话，只邀请业内顶尖人物，非业主连门票都拿不到。刘总眼睛一亮，把房子从商品变成入会资格。他又追问了几个细节，我对答如流，旁边几名资深策划频频点头。好。刘总站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营销总监空缺，年薪50万，你来不来？ 50万，
我感觉到徐海呼吸一滞，我笑着摇头，我要帮妻子看摊，暂时不考虑上班。刘总愣了一下，我接着说，不过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说。您这个楼盘定价太保守。空气骤然一紧，徐海连忙拉我袖子。刘总眯起眼，陈先生什么意思啊？现在市场行情，我们定价已经是区域最高了。如果我没猜错，您准备的开盘价是每平8万5，对吧？我顿了顿，我建议提到12万以上。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吸气声，有人已经开始摇头。刘总沉声道：“陈先生，你可能不太了解市场，这个区域超过9万就难卖了。”现在是这样，我走到窗边，指着楼盘东侧那片空地。第一，上周发改委的会议纪要提到加密东部新城轨道交通网络。第二，新任市长上个月在建设系统座谈会上的发言，强调缩短新开发区域主城通勤时间。第三，规划局网站最近更新了东部片区用地性质图，你们项目东侧那块地从预留用地变成了交通设施用地。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我，把这些信息串联起来，再加上新任市长的履历，他之前在南城新区任职时，第一件大事就是推进地铁延伸线建设。我判断半年内地铁延长线规划就会公布，站点大概率就在你们项目东侧。刘总猛地站起来，你有多少把握？7成，我平静地说，但哪怕只有5成也值得赌，因为一旦消息公布，房价立马上涨30%以上。您现在提价到12万，看起来贵，但比起半年后的实际价值，依然是低位。我看向刘总，更重要的是，一旦地铁消息公布，周边的刚需盘会大量入市。您如果还守着8万5的价格，就完全失去了圈层楼盘的定位优势。有钱人不会想和挤地铁的上班族做邻居。会客室里一片寂静，刘总盯着我看了足足1分钟，然后拨通电话。王秘书，联系规划局李主任，侧面了解东部新城地铁规划。等待的10分钟像10年那么长。电话响了，刘总接起来，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沉，最后他只说了一句：“确认了。”好，我知道了。他挂断电话，看向我：“来我公司当营销副总裁，年薪100万，你来不来？”年薪100万。我看见徐海脸色通红，整个人都僵在那里。我还是摇头，没兴趣上班，我想多陪家人。刘总看了我半晌，苦笑：“人各有志，但这项目我还是想请你做顾问，费用你开。”我看向徐海，其实徐策划基本功扎实，方案理念他已经吃透了。刘总不妨和他对接。徐海愣住了，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刘总想了想，终于点头：“好，那这个项目就拜托2位了。”走出公司，徐海还像在梦里。他忽然问：“100万年薪你都不要？地铁消息真是你自己分析的？”新闻都摆着。我说：“家里水果摊离不开人。”他沉默了几秒，声音有些发颤：“你知道100万是什么概念吗？我拼了8年才到这个数的一半。”大哥，这单成了，你在公司就是功臣。我拍拍他，以后路会宽很多。我上车离开，后视镜里他站在原地看着我离开的背影，久久没动。晚饭时，徐海又来了，我主动举杯，以茶代酒。大哥，为我以前做的那些混账事，我郑重道歉。徐梦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从前的陈醉生只会混账到底，什么时候道过歉？徐海有些不自在地别过脸去。徐梦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忽然开口：“哥，你是不是又说什么了？”我笑了笑，大哥只是提醒我要上进。徐梦放下筷子，认真看着徐海：“哥，人是我选的，路是我走的，再苦的果我自己咽。你们要是真为我好，就别再说那些让我为难的话。”灯光下，他眼里有种认定了就不回头的倔强。徐海举起杯，一饮而尽。他叹了口气，没再说话，匆匆吃完就走了。送走他，我转身，徐梦正看着我：“你今天特别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不上来。”他歪着头，就是觉得一个好长的噩梦真的醒了。夜深了，我像往常一样在客厅铺沙发。徐梦抱着被子从卧室出来，走到门口停住了。他回头看我：“睡沙发上瘾啊。”他抿嘴一笑，转身进了屋，门没关。第二天一早，徐梦带倩倩去看新幼儿园，我在家盘账，盘算着下一步。近中午，手机突然响了，接通，是徐梦带着哭腔的声音，背景嘈杂：“醉生，快来市人民医院，倩倩突然喘不过气，现在在抢救室。”我脑子嗡的一声，扔下一切冲出门。医院里，徐家人已经到了。老丈人徐正奇一看见我，怒气冲冲地走过来：“陈醉生，你看看你把孩子耽误成什么样了！医生说这病早就该查出来。”护士连忙拦住：“
家属请保持安静。丈母娘顾曼如红着眼走过来，声音发颤。医生说是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一种罕见病。现在用的药只是暂时维持，需要一种特效靶向药，进口的，1个月就要3万多，而且需要长期服用。我心脏像被狠狠攥住，肺动脉高压，怎么会？徐梦扑进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医生说可能早就有了，症状不明显，都是我没注意。他有时候说累，我以为是玩累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徐正奇声音发冷。治病要钱，特效药1个月3万，你们拿得出来吗？顾曼如看着女儿，小梦，听妈一句劝，离婚吧，离了，倩倩的药费我们徐家管。徐梦猛地抬头，妈，你说什么？你还想跟着他受苦？你看看孩子。顾曼如也哭了，这药不能停，停了病情会急剧恶化。徐梦看着抢救室紧闭的门，眼泪止不住的流，但他狠狠抹了把脸，站直了身子。妈，我说过了，人是我选的，路是我走的，再苦再难，我们自己扛。你扛得起吗？徐正奇怒道，1个月3万多，这药还不知道要吃多久。我把徐梦护到身后，直视徐正奇，钱的事我们会想办法，不劳您操心。想办法？你能想什么办法？徐海忍不住开口。刘总那边年薪100万的工作你拒绝了，现在我有我的办法。我打断他，倩倩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会负责到底。徐正奇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冷笑一声，好，你有骨气，那你们自己扛吧，走。徐家人走了，徐梦靠在我肩上，小声啜泣，肩膀不住的颤抖。别怕，我轻拍他的背，有我在。可是药费……他抬起泪眼，1个月3万，我们……钱都不是事。我望向窗外，你照顾好倩倩，其他的交给我。缴费窗口前，我看着手里的银行卡，那里面是我们起早贪黑，一分一分攒下的。但我知道，要治好女儿，这点钱远远不够。前世我能从一无所有做到千亿帝国，这一世为了这个家，我必须立刻赚到足够的钱。医院的走廊上，我在脑子里疯狂搜索一切可能快速赚钱的记忆：期货太慢，古董水太深，赌石需要渠道。这时，一个极为隐秘的片段忽然清晰起来：某地下赌盘的虚拟赛马板块存在一个奖金预支漏洞，有人利用它3天内套走200多万，直到网站对账时才发现异常。漏洞的原理并不复杂，但需要精准的操作时机。这个网站为了刺激下注，在虚拟比赛进行到最后30秒时，系统会根据实时赔率，提前把可能赢得的奖金显示为用户可用余额。关键就在于，在这最后30秒内，如果用户用这笔虚拟余额去其他即将结束的比赛里下新注，系统竟然会通过验证，只要操作得当，就能用很少的真实本金，撬动几10倍的虚拟资金进行连环下注。当所有比赛结算完毕，只要最后一注赢了，盈利就是真实的。简单说，就像赌场里，你押100块，荷官看你要赢了，先推给你1000块筹码，说这可能是你的，你转身就用这1000块筹码在另一桌下注，并且赢了，赌场最后只能认账。而我知道这个漏洞的具体操作窗口、触发条件和规避风控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漏洞还无人知晓。我看了一眼医院走廊的时钟，下午2点20，转身，我快步走出住院部。医院附近有一家老旧的网吧，烟雾缭绕。我开了一台最角落的机子，登录的是一个看似普通的体育资讯网站，但我知道隐藏的入口。通过3层跳转，最终进入一个界面简陋、只有文字和简单动画的页面。幸运赛马，虚拟赛马，每场3分钟。我深吸一口气。第一步，注册新账户，用随机生成的用户名。第二步，充值。网站支持几种隐蔽的第三方支付渠道，我选了一种小额分散充值的方式。5分钟后，5000块本金到账，账户余额5000.00，时间2点40分。第一场虚拟赛马开始，我下注1000块买3号马独赢，赔率2.5。比赛模拟进行到最后40秒，3号马从第5名追到第2。这时，系统界面右下角我的可用余额忽然跳动了一下，从4000变成了5500。他把1000块下注可能赢得的1500块盈利提前加进去了，但我没动，这是正常显示，还不是漏洞。比赛结束，3号马以微弱优势赢了，真实结算盈利1500，账户余额6500。第二场2点45分，我下注2000块买连赢，猜前2名马匹，赔率3.2。最后30秒，系统再次提前显示盈利，我的余额从4500跳到了11400，4500加2000乘以3.2。关键来了，在比赛还剩最后25秒时，
我迅速切换到另一个即将结束的虚拟足球小盘口，用那11400的全部余额下注最后5分钟有进球，赔率 1.8， 系统通过了验证，下注成功。漏洞确实存在，他把预计算的盈利当成了真实可用的资金。我的心跳开始加速。赛马比赛结束，连赢中，盈利4405。足球比赛结束，第89分钟，虚拟球员一脚远射破门，盈利20520。账户余额瞬间变成了5000减3000加4400加20520，26920。不到10分钟，5000变27000。但我没有停，我知道这个漏洞可以连续操作，只要卡准每个比赛的最后30秒窗口期，就能像滚雪球一样，让虚拟本金指数级放大。即便输了，也是输的虚拟本金。第3轮、第4轮，我的手在键盘和鼠标上飞快操作，眼睛同时盯着3个不同倒计时的比赛窗口，每一步都必须精准到秒。下午3点21分，我完成了最后一轮操作，屏幕上的最终账户余额726800，726800。我用5000块钱，在1个小时内撬动了140多倍的收益。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上的数字，手心全是汗。点击提现，网站提示，大额提现，需人工审核，2小时内到账。我清除所有浏览记录，关机，起身离开。走出网吧时，阳光有些刺眼，我抬手挡了挡，深深吸了一口气。72万。对倩倩的病还是捉襟见肘，想要治愈还需要更多的钱，但是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人来给我送钱了。推开病房门，就听见护士冰冷的声音：“徐女士，系统里只有5000，押金今天必须交齐，否则检查和用药都没法往下走。”徐梦急得快哭了：“不可能！我老公1小时前刚去交了1万。”他看见我进来，声音猛地卡住：“钱呢？那1万块呢？”我只交了5000。我看着他的眼睛，另外5000我拿去赌马了。赌马？徐梦的表情瞬间碎裂，他踉跄了一下，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陈醉生，那是倩倩的救命钱，你拿去赌？他扑上来，拳头砸在我胸口，哭得撕心裂肺。你还是人吗？你发的誓呢？护士在一旁摇头叹气，眼神里满是鄙夷。我抓住他的手腕，压低声音：“梦梦，听我说，那5000我赢了，钱在提现2小时内到账，倩倩的医药费暂时解决了。”他停住，抬起头，用一种彻底心死的眼神看着我。你又开始了，又开始撒谎了是不是？他手指着我，抖得厉害。你明知道我最恨你赌，你发过的誓呢？我沉默，此刻说什么都像狡辩。等我2个小时。我松开他，看向病床上脸色苍白的女儿。2小时后，我会带着钱回来。说完，我转身离开，背后是他压抑的、绝望的哭声。我买热粥回来时，徐梦趴在床边，像是睡着了，但颤抖的肩膀出卖了他。倩倩醒着，小小的身子插着管子，看见我，她努力扯出一个虚弱的笑。爸爸，倩倩乖。我俯身，轻轻碰了碰她的小脸。爸爸一定打败病魔，带你去最好玩的游乐园，吃比云还大的棉花糖。倩倩眼睛亮了亮，小声说：“我要和爸爸妈妈一直在一起。”徐梦抬起头，眼底一片猩红。她看了看女儿祈求的眼神，又看了看我，最终只是极其疲惫的长长叹了口气，接过粥碗：“你先去办事吧。”她声音沙哑：“这里有我。”我知道这是她给我的最后一点余地。我看了眼时间，等我走出病房，我没有回头。我从医院出来，正准备去银行，一辆黑色奔驰突然横在我面前，车门拉开，2个面无表情的黑衣男人走下来。陈先生，顾老板请你上车聊聊。动作真快，我点点头，上了车。车内空间宽敞，一个40多岁、穿着考究西装的男人坐在我对面，他五官并不凶恶，甚至有些儒雅。顾卫东，前世我跟他打过不少交道，甚至有过合作。陈醉生，他抬眼看我，手很潮啊。我那套破系统养了7、8个程序员看着，3年都没出过岔子，你一上来就给我捅了个窟窿。说说怎么发现的？我靠在椅背上，迎着他的目光。顾老板开赌盘的，还怕人赢钱，系统有漏洞是你们自己的问题，我凭本事赢的钱，怎么想赖账？顾卫东眼睛眯了一下，70多万，我顾卫东还不至于玩不起。他笑了笑，钱你可以拿走，但你不能一点代价都不付。我知道他在试探我的底细，前世我对他知之甚详，但现在底牌不能全亮。我笑了笑，行，我也不白拿你的钱，就送你一条消息，如何？啊？顾卫东挑眉，说说看。关于你家老爷子顾长庚老先生。顾卫东手里的扳指停住了，他最近是不是偶尔胸闷，左肩臂发麻？我语气平静，建议马上做冠脉 CTA，重点查左前降支中段。
常规体检查不出非钙化斑块。顾卫东瞳孔微缩，他看了我几秒，立刻拨通电话。王院长，麻烦安排我家老爷子做紧急心脏检查，冠脉 CTA， 重点左前降支。对，现在。车内陷入沉默。40分钟后，电话响了。顾卫东接起，脸色骤变。挂断后，他看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左前降支重度狭窄，超过85%，再晚就没了。陈醉生，你到底是谁？这不重要。我迎着他的目光，我的钱和安全。钱马上解冻，在我地盘。顾卫东盯着我，没人能动你。不过，你这种人不会只为70多万冒险。你还有话没说吧？果然敏锐，确实还有一条消息。我看着他的眼睛，关于一个你找了10几年没找到的女人，以及她身边那个你大概不知道存在的孩子。顾卫东猛地坐直，儒雅尽失，眼神里全是震惊。你说什么？她在苏城嫁了个中学老师，生活平静。我压低声音，带着个女儿，7岁，生日6月17日。顾卫东脸色惨白，手指微微颤抖。那个日期，那个年龄，他懂了。你要什么？他声音沙哑。500万，消息归你。阿强，立刻转账。顾卫东转身吩咐。10分钟后，手机震动，银行入账的短信。我将手机编辑好的详细信息发给了他。交易完成。我拉开车门，我女儿在医院，需要绝对安静，别让任何麻烦找上门。顾卫东重重点头。医院那边我会安排最好的资源。车门关上，奔驰驶离。我站在医院门口，卡里已有572万，倩倩的医药费够了。我握紧手机，快步走进医院大楼。我以最快速度冲进病房，推开门，徐梦不在，岳父徐正奇坐在床边，脸色铁青。自己女儿病成这样，你当街的到处乱跑。我没理他，走到床边摸了摸倩倩额头，低声问：妈妈呢？说出去办事儿，让我守着。徐正奇冷哼：你们夫妻俩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几个小时不见人。我心猛地一沉，徐梦绝不会在这时候丢下倩倩几个小时。我立刻拨他电话，无人接听。徐正奇也察觉不对，梦梦怎么不接？这时走廊传来保洁阿姨的骂声：这帮缺德的又在厕所贴代孕中介小广告，这种钱也敢赚？代孕，可怕的念头瞬间涌上来。徐梦不会，不，她不会这么傻。可下一秒，我想起了她红着眼倔强的模样。她会，她真的会。我转身冲出病房。你去哪儿？医院还催医药费。徐正奇在后面喊：医药费我交了，你看好倩倩。我狂奔到女厕所，不顾里面尖叫，一间间推开隔间。第3间，墙上贴着歪扭的电话和高薪招孕母，预付30万。我立刻拨通，我要找人代孕。我压低声，语气冷硬：急要孩子，钱不是问题。对面女人警惕：先生，您打错了。别装。我冷笑：我太太不能生，我要个男孩，最好选性别。沉默几秒，对方语气热络起来：老板您真灵通，我们能做，不过价格。钱不是问题。我打断，但我要挑人，做过代孕的不要，要全新的，没生过最好，年纪不大，身体健康，基因好。全新现在没现成的。对方为难：真的没有。我提高声调，对方明显一愣：您怎么知道？我有渠道。我冷冷道：地址给我，现在过去看，满意价格翻倍。翻倍？他声音都变了。老板您说真的？我赶时间。我瞥了眼手表，20分钟内到，新货给我留着。要是已经签合同开始流程，这生意就算了。没签正式，刚初步检查。老板您来，我们等您。挂断电话，我冲出医院，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快去这个地方！同时拨通报警电话，低声报了那个地址，说有人涉嫌非法代孕。20分钟后，我站在破败的城中村，找到贴着家政服务招牌的旧楼，直上3楼，门开了一条缝，一个浓妆的中年女人打量我。您就是那位老板？人呢？我直接往里走。在休息室。女人堆笑跟上。这女的条件不错，28岁，生过1女，顺产，身体健康，急用钱，好谈价。推开门，徐梦坐在旧沙发上，双手紧攥衣角。见我进来，她猛地瞪大眼，整个人僵住。就是她。我面无表情的打量，像审视一件商品。站起来，转一圈。她站起来时，脸上甚至有些惶恐。老板，怎么样？女人谄媚道。长相身材都不错，学历本科呢。我走到徐梦面前，看着她的脸，太瘦了，能生儿子吗？这生男生女我们也不能100%保证，但是可以做筛选。女人急忙解释，我要确保是儿子。我冷冷道，钱我可以再加，但要是生出来是女儿，你们负全责。老板，
这风险太大了。风险大，利润也大。我转身盯着那女人，这个我要了，开个价，现在签合同，现在就带人走。现在，女人愣住了。老板，这流程……我加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钱不是问题，但人我现在就要带走。中年女人眼珠子转了转。老板，这不合规矩啊，人都带走了，万一……所以叫能做主的人来。我盯着她，还是说你们根本做不了主？女人脸色变了变。老板，您稍等。她走出房间，带上了门，门一关，徐梦立刻扑过来抓住我的手臂。你疯了，快走！一起走！我握紧她的手，信我。门外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中年女人回来，身后跟着2个壮汉，还有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老板，这是我们陈总。陈总打量着我，听说老板要急着带人走。是，开个价，80万，全包，确保是男孩。可以，定金50万，我现在转，人我带走，尾款确认怀孕后付。陈总笑了，老板，规矩不是这样的，钱您现在全付，人我们送到您指定的地方。他推了推眼镜，笑容里透出狠意，否则您恐怕走不了。我眯起眼睛，我的钱可没那么好黑。那要看您有没有本事走出这个门了。陈总使了个眼色，2个壮汉逼近一步。就在这时，楼下隐约传来警笛声。陈总脸色骤变，你报警了？我报什么警？我冷笑。不过看来你生意做得不太干净。警笛声迅速逼近，楼下传来骚乱。陈总大骂：“把他废了，从后门走。”2个壮汉一左一右扑来，我把徐梦用力推到墙角，抄起椅子迎面砸向左边那人。砰！木椅在他肩头碎裂，他闷哼一声，动作稍滞，但右边壮汉的拳头已带着风声砸向我的太阳穴。我急忙侧身，拳头擦过颧骨，火辣辣的疼。还没站稳，寒光一闪，他竟然直接掏出了弹簧刀，直刺向徐梦。啊！徐梦的尖叫在耳边炸开，电光石火间，我一步俯冲，挡在徐梦面前。扑哧，利刃入肉的闷响，剧痛瞬间炸开，左肩一片冰凉，随即化为灼烧。壮汉没想到我会主动撞上刀口，愣了一瞬，就这一瞬，我右手抓住他持刀的手腕，额头狠狠撞向他鼻梁，咔嚓，鼻骨碎裂声伴着惨叫。他松开刀柄，踉跄后退。警察，不许动，全部趴下！就这片刻，警察已冲上楼，我捂着血流不止的左肩，挡在徐梦身前，举起右手。警察同志，我们是被害人。陈总趴在地上，还想挣扎，被冲上来的警察死死按住。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我满身是血，立刻对着对讲机喊：“这里有人受伤，需要救护车。”徐梦冲过来，手颤抖着按住我伤口周围，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声音破碎：“你流血，好多血！”我靠着墙，对他扯出一个笑容，用没受伤的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脸：“没事，是皮肉伤，你没事就好。”从派出所出来时，天已漆黑。徐梦紧紧抓着我手臂，指尖冰凉，微微发颤。走到无人处，他停下脚步，抬头看我，泪痕满脸。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你怎么敢一个人来？我伸手轻轻擦去他的眼泪。因为你是我老婆，倩倩是我们女儿，天塌下来有我在。放心吧，倩倩的住院费我已经交了。徐梦扑进我怀里大哭，仿佛要哭尽所有恐惧与委屈。我紧紧抱住颤抖的她，任泪水浸湿衣襟。夜空无星，但最暗的时刻已然过去。回到医院，护士给我处理了伤口，左肩的刀伤缝了10几针，医生说再深一点就要伤到神经。包扎完，我让徐梦先回病房看女儿。她犹豫了一下，但离开女儿太久，心里不踏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坐在处置室的椅子上，缓了口气，刚准备起身，手机响了，是银行到账短信，顾卫东那边又转了一笔钱，说是给倩倩的医疗资助。我看了眼金额，够用了。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徐海正站在走廊尽头打电话，看见我，他脸色一沉，挂断电话走了过来。陈醉生，他压低声音，刚补交的50万用药押金哪来的？电子赌马赢的。我说。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冷笑一声。陈醉生赌了这么多年，从没往家里拿过1分钱，现在孩子病成这样，突然就能赢这么多。我没接话。我看你是去找刘兴荣借的，当初装清高不要高薪，转头低声下气去借钱。我告诉你，这100万债务别想牵连徐家。说完他转身就走，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接下来的1个月，倩倩一直住在医院，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极其罕见，国内只能靠进口靶向药维持，孩子的状态仍在一点点下滑。
我和徐梦轮流守着，他值白天，我值晚上。困了就在走廊的椅子上靠一会儿，饿了就吃医院食堂最便宜的盒饭。徐家人始终没再露面，我知道徐梦心里难受，但她从不说，只是有时候半夜醒来会看见她趴在床边，握着倩倩的小手发呆。1个月后，徐家人终于来了，医生正在给倩倩做检查。检查结束后，医生告诉我们，现有用药只能延缓病程，无法逆转，长期下去，孩子的心肺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徐正奇听完，开口问的却是钱。那50万花的差不多了吧？徐海语气冷淡，想好怎么还钱没？钱不是借的。徐梦说，不是借的。顾曼如打断，难道是天上掉的？徐正奇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骂，满嘴谎话，我女儿和外孙女就是被你害的。我压着火气，爸，小声点，别影响孩子。你也配叫我爸？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医生带着几名专家走进来。有个消息，医生看向我们，国外顶级心肺中心的专家团队近期将在国内开展前沿介入联合基因靶向治疗方案，通过重建肺动脉微循环，配合精准靶向调控，有机会从根本上逆转病程。他顿了顿，倩倩的各项指标正好符合条件。徐梦猛地抓住我的手，眼眶红了，但必须立刻启动治疗流程，首期费用100万元。我转身走出病房，走廊尽头，我拨通了顾卫东的电话。钱的事儿你别管了，他说，罗伯特教授是我专程从苏黎世请来的，你女儿的情况他看了，说比预想中好，手术效果会非常理想。谢了。该谢的是我。他顿了一下，他们母女都找到了。陈先生，这份情我记下了。挂断电话，我回到缴费窗口，等我再回到病房门口，听见里面徐正奇的声音，看到没，一说要交钱就跑了。梦梦，只要你离婚，这笔钱徐家出。徐梦的声音很轻，但很稳。爸妈哥，谢谢你们的好意，但真的不需要。前天醉生又补了100万押金。病房里安静了几秒，护士推门进去做术前准备，随口说了一句，孩子父亲刚刚又补交了100万，作为后续治疗和进口靶向药的专项费用。我站在门口，看着徐正奇、顾曼如、徐海3个人愣在原地。手术室外，红灯亮着，徐梦靠在我肩上，身体微微发抖。我握住他的手。罗伯特教授是肺动脉高压领域的权威，这种病例他做过27例，全部成功。徐海沉着脸走过来。陈醉生，你到底借了刘总多少钱？我抬眼看他，我的事不劳费心。200万，徐家卖房都填不上。他转向徐梦，小妹，你说实话。徐梦刚要开口，徐正奇大步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你问他，他就会撒谎赌钱。他转头对徐梦说，梦梦，爸现在手头有100万存款，只要你点头离婚，这笔钱立刻打给你。但明天一早我就要把这笔钱投到周局牵头的以房养老项目里去了。顾曼如在一旁解释，年化收益至少30%，这是老干部圈子的内部机会。合同签10年，10年后公司不但房子原样回来，还有资金的收益。周局说了，这是国家试点项目，名额没几个，我们想着这钱生钱，以后也是留给你们。我看向徐正奇，爸，你说的这种模式是把房产抵押给第三方公司换取养老金，对吗？徐正奇愣了一下，面露不屑。老领导亲自担保，正规公司，合同都请律师看过了，你懂什么？这是近2年新兴的诈骗套路。所谓的专业公司通常是空壳，注册资金就几万块，他们确实会按时发几个月养老金，等你们发现时，房子和钱都没了。周局要么同样被骗，要么……我没把话说完。你放屁！徐正奇暴怒，我们一辈子的关系和人脉，轮得到你这个赌鬼指手画脚？白纸黑字的合同，国家难道不管？我看你就是眼红。爸！徐梦突然站起来，声音发抖，带着你们的项目走吧，你们的钱我不要，倩倩是生是死我自己扛。徐正奇脸色铁青，指着女儿半晌说不出话，最终狠狠一甩手。好，你别后悔。顾曼如红着眼叹气，徐海欲言又止，一家人转身离开。手术室门前骤然安静下来。徐梦瘫坐在长椅上，眼泪无声的滑落。我轻轻揽住她肩膀。4小时后，手术灯熄灭，主治医师走出来，脸上带着笑意。手术非常成功，孩子需要在 ICU 观察48小时，但预后非常乐观。徐梦腿一软，我及时扶住她，她捂着脸，泪水从指缝涌出来，但这次是喜悦的泪。2个月后，
倩倩达到出院标准，小丫头脸色红润了许多。虽然还要定期服药复查，但已经能蹦蹦跳跳了。为庆祝新生，我们订了一家刚开业的高档牛排屋。住院时，我跟女儿许诺过，等她好了，带她去吃最好的牛排。牛排屋里环境雅致，倩倩在座位上兴奋地晃着小脚，徐梦帮她把餐巾铺好，菜品上齐。我正准备切牛排，一个穿着考究的年轻男人从过道走过，他随意瞥了一眼，目光落在徐梦身上，突然停住了。徐梦，他脸上露出惊讶，随即变成一种带着玩味的笑容。他走近几步，目光扫过我和倩倩，尤其在倩倩身上多停了一瞬，最后他的视线回到徐梦脸上。听说你结婚了，这位是？徐梦的手指微微一紧。这人叫朱峰，徐梦父母当年极力撮合的相亲对象。看到他，徐梦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朱峰，徐梦的声音有些不自然。真巧。朱峰转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那种审视的意味很明显。他伸出手，陈先生吧，幸会，这是你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我站起身，握住他的手，他手劲故意加重了些，我没动，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既然这么巧，不介意我们一起吧？朱峰顺势说道，转头对身后一位妆容精致的女人介绍：慧萍，这是我老朋友徐梦和她先生梦梦，这是我女朋友何慧萍。他把老朋友和女朋友几个字咬得有点重。何慧萍的目光迅速扫过徐梦，最后落在徐梦的衣着上，脸上浮起一丝优越感。她扬起笑容：徐姐是吧？真巧，一起坐吧。徐梦在桌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我反握住她，对何慧萍笑了笑：韩徐姐太客气了，你看起来比我妻子成熟不少。何慧萍脸色一僵。朱峰点了几道价格不菲的菜，然后看向我：陈先生现在在哪里高就？今天我请。自己做点小生意。我语气平淡：小生意也挺好，自由。转而对服务员说：给我们来一瓶蒙哈蟹干白，2015年份的，先醒着。他流利地报完酒名，看向徐梦：梦梦，我记得你以前不太喝酒，不过这家的白葡萄酒配海鲜是一绝，你可以稍微尝一点。何慧萍立刻附和：是呀，阿峰对吃的可讲究了，这酒不便宜吧？他看似问朱峰，眼神却瞟向徐梦。朱峰故作随意：还好，适合今天的菜就行。酒很快上来了，服务员按照礼仪将少许酒倒入朱峰杯中，请他品尝。朱峰晃了晃，闻了一下，抿了一口，在口中回味片刻，才点头：可以。整个过程他做得很刻意。服务员正要为大家斟酒，我抬手轻轻拦了一下，拿起徐梦面前的酒杯，对服务员说：麻烦换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冰镇的时间不够，会影响蒙哈蟹的果香和矿物感，尤其是它相对纤细的酒体。服务员一愣，连忙道歉并更换杯子。我接过新杯，再次仔细检查后，才示意可以倒酒。朱峰脸上的从容有点挂不住了。徐梦惊讶地看着我，端起杯子，小心地尝了一小口。朱峰清了清嗓子：陈先生对酒杯还挺讲究，不过蒙哈蟹的产区特点其实更突出在普利尼村的优雅和下山村的饱满之间取得平衡。我淡淡一笑，这酒年份还行，不过如果真要配今天的海鲜，其实隔壁酒庄的科通查理曼干白2014年份在结构上可能更互补一些。朱峰脸色微僵，黑着脸转开话题：梦梦，我这2年自己开了个园林公司，专门给各大房地产项目做配套，辛苦是辛苦点，但收入还行。他伸出2根手指晃了晃。何慧萍立刻接过话头：阿峰太谦虚了，拿着200多万，兴荣集团知道吧？他们的好几个高端楼盘园林都是我们做的呢。他看向徐梦，故作关切：你们要是想买房，找阿峰呀，他跟很多开发商熟，肯定能拿到内部最低价。我看见徐梦的嘴唇抿紧，朱峰看着他，故作大方的摆摆手：慧萍，别这么说，梦梦，你们的老房子也确实该换换了，有需要随时开口，我拿内部价，绝对比市面便宜10几万。徐梦的手指在桌下绞紧，我轻轻扶住了他的手：不用，要买打折房源，我也有渠道。朱峰一脸不信：这可不是置气的时候，听说你们手头比较紧，能省10几万是实打实的，何必为了面子？何慧萍立刻帮腔：就是呀，阿峰跟开发商老总熟得很，打个招呼的事，省下的钱给孩子买营养品多好。你们现在住的地方，我们也是真心为你们考虑。他目光扫过徐梦的衣服，徐梦脸涨红了，他想开口，被我桌下的手轻轻按住。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心里火苗窜起来了。今天庆祝女儿重获新生，
不是来听你们唱双簧的，刚想打发他们走。陈先生，一个略带惊喜的声音从侧后方传来。我们望去，只见刘新荣从包间方向快步走来，脸上带着真切的笑容。我有点意外，进门时在名人墙见过他与老板的合影，没想到真碰上了。刘董事长，朱峰像装了弹簧，蹭的弹起，带倒了椅子，哐当一声，他脸上堆满谄媚，弯着腰伸出双手迎上去。刘董事长，真是巧遇，我是风景园林的朱峰。去年年底在贵公司答谢会上，我还敬过您酒，您还记得我吗？他说话时得意地朝我们瞟了一眼。刘信荣眉头微蹙，显然没想起这人，但他的视线很快越过朱峰，落在我身上。出于礼貌，刘信荣还是伸手与他握了一下，语气平淡：“哦，你好。”就这么轻轻一握，朱峰却像喝了茅台，脸颊泛红，腰杆都挺直了。然而刘信荣几乎立刻抽回手，转向我，大步绕过僵在原地的朱峰，向我伸手：“陈先生，太巧了，上次一别，我一直想联系你，又怕打扰你照顾家里，今天遇到真是缘分。”我起身与他握手：“刘总，好久不见。”我看见朱峰在旁边瞪圆了眼，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他脸上谄媚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回去，混着震惊，表情说不出的滑稽。何慧萍不认识刘新荣，只看见自己男朋友被晾在一边，而我这个卖水果的却和这个派头十足的男人有说有笑。他撇了撇嘴，声音不大不小的冒出一句：“哟，现在卖水果的也能聊房地产啦，真新鲜。”这句话一出口，气氛瞬间冷了。刘新荣笑容一收，锐利的目光扫向何慧萍，又看向我，眼神带着询问。我松开手，语气平静：“哦，他们是我妻子以前的熟人，正好碰上，挺热心的。听说我们要买房，非要介绍你们楼盘的内部打折价。”刘新荣是个人精，一听就明白了。他脸上重新浮起笑容，但多了几分圆滑和一丝冷意。他看着我，声音洪亮：“哎呦，老弟，瞧你这话说的。”他拍拍我胳膊：“咱们这关系，你买我房子还谈什么打折价？”他目光转向傻掉的朱峰和何慧萍，笑容不变，语气却带着居高临下的随意：“老弟、弟妹，还有小宝贝。”他慈爱地看了一眼倩倩：“你们看中我哪个楼盘、哪套房子，直接跟我说。”他大手一挥，斩钉截铁：“我送给你们一套。”这句话像惊雷在头顶炸开。我看见朱峰脸上血色唰的褪尽，眼珠子快瞪出来，嘴巴张着，身体晃了晃。何慧萍彻底懵了，看看刘新荣，又看看我，再看看她男朋友魂飞魄散的样子，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刘新荣带我们进包厢时，里面3位高管明显一愣。介绍一下，刘新荣兴致很高：“陈醉生先生，我的贵人。”3位高管起身点头，目光却难掩疑惑。贵人这么年轻，还带着妻女。刘新荣亲自给我倒茶：“老弟，上次多亏你提醒。翠湖天地按你的思路提价，利润高出30%。董事会刚决定，未来2年重点全压那片。”我放下茶杯，平静道：“刘总，地铁延长线是定了，但宁海未来5年的重心不在东边。”什么？3人异口同声。营销总监王总皱起眉头：“陈先生，这话怎么说？我们做过详细调研，那片土地储备足，加上地铁加持，绝对是价值洼地。”投资部周总补充：“市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要向东拓展城市框架，政策导向很明确。”张副总裁没说话，但眼神里明显带着质疑。刘新荣身体前倾，等我下文。我迎着他的目光：“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漏了一个决定性变量——反腐。”包厢瞬间安静下来。新来的市长从临市的南城新区调来，那里去年刚经历人事地震，他第一把火不烧在吏治上，怎么立委？我手指轻点桌面，东拓涉及太多土地流转、拆迁补偿、工程招标，水太深，这个敏感时期他不会碰。相反，我语气笃定，他会选阻力最小、最容易出政绩的方向。我指向西南，老城改造、滨江扩容，那里产权复杂，反而没人敢乱伸手，有县城基础，有江景资源。政策稍一倾斜，价值立刻起来。而东边，我摇头，现在是高压锅，谁跳进去，就可能被反腐盖子压住，3年5载动弹不得。话音落下，鸦雀无声。话音落下，鸦雀无声。我看见那3位高管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刘信荣端茶的手停在半空，眼神从震惊到恍然。他忽然想起前几天饭局上，某领导随口提过老城提质，也是个方向。我转头迎上徐梦的目光。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满是惊讶。正经，正经。刘信荣喃喃重复，忽然重重放下茶杯，霍地起身。他绕过桌子，拿起茶壶，亲手为我续茶。只考虑经济，不考虑政治，是莽夫。
陈老弟，你今天给我们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我看见3位高管倒抽一口凉气，刘信荣何曾对人这样谦卑？刘哥言重了。我笑笑，随口一说，说错别怪。随口一说，刘信荣摇头，字字千金，不，千金算什么？这话价值100亿。刘信荣坐回去，目光炯炯。老弟，帮这么大忙，我不能白受，外面说的算数。你们要什么房子，我送一套。徐梦在桌下猛地攥紧我的手，送就不必了。我摇头，我买。买？你想买哪？随便挑给你最低价。不，我笑了笑，我想要东南偏万家汇批发市场的摊位，还有旁边温馨家园一套小户型，8、9、10平就行。我看见所有人都愣住了。东南偏，那是公司为消化偏远地块顺手盖的配套，档次低，根本不赚钱。老弟，开玩笑吧？刘新荣皱眉，那里太偏了，我给你金碧海岸江景大平层。我依然摇头，我是做水果生意的，批发市场那边合适，住宅在旁边，生活方便。刘新荣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容里有无奈，也有欣赏。行，你非要买，我不懒。这样，他一拍桌子，摊位你自己挑，按成本价，10万，多给1分，我给你翻脸。10万，这跟白送没区别。我举杯示意，行，刘兄，多谢了。茶杯轻碰，我感觉到徐梦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脸上，他看看我，又看看那3位还没回神的高管，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跟刘新荣约好第2天去看商铺，我们便回了家。徐梦先去水果摊，竟然想把小摊升级成大市场的批发超市，摊上那些零零碎碎的提前收拾。我就抱着倩倩先往家走，刚进筒子楼就被牵着孙子的黄婶拦住了。哟，倩倩啊，上次跟小宝打闹，奶奶怎么说的？小孩子要听话，不听奶奶的话就要生病的，记住没？听到这话，我心头火气蹭地窜上来。我女儿乖不乖，我自己不知道。她生病是因为顽皮不听话，放屁！我低头看倩倩，小家伙明显往后缩了缩。倩倩，我声音清晰，以后在外面，谁让你不舒服，回来告诉爸爸，爸爸保护你。说完就要走。哎，别急呀。他追上来，听说倩倩生病花大钱了，是不是要卖房啊？我脚步一顿，你听谁说的？都传开了，你们要真卖，我买。老邻居了，价别太高啊。他一边说，一边竟从他孙子那脏兮兮的兜里掏出1块糖往倩倩嘴边塞。来，吃糖。啪！我抓住他手腕，抽走糖，随手扔掉。房子不卖，少听瞎话。说完转身上楼，身后传来他的骂声：呸！败家子，装什么？活该穷死！徐梦回来后，一听是黄婶，脸色就沉了。以前大院出了名的长舌妇，别理他。我们没放心上，却不知舌头能搅风。第2天傍晚，我正陪倩倩玩，徐梦手机响了，她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就变了。妈，你说什么？卖房子？没有的事。妈。电话挂了，她看着我，眉头紧锁。我妈说黄婶在超市偶遇他们，说我们正琢磨卖房，我爸气疯了。我正要开口，手机响了，是刘新荣秘书打来的，确认明天看铺子的时间。挂断电话，我看见徐梦盯着我，欲言又止。怎么了？没什么。他摇摇头，又补了一句：我爸那人认死理，他要是信了黄婶的话，肯定有动作。我握住他的手，房子的事儿，明天办完手续就清楚了。他点点头，但眉间的忧虑没散。我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徐正奇正在家里翻箱倒柜找房产证。找到了。他攥着那本暗红色的证书，眼神发狠。他不是打房子主意吗？好，我让他打。顾曼如站在一旁，眼圈发红。老徐，真要这么干，万一梦梦……徐正奇打断他。他现在是鬼迷心窍，等陈醉生把主意打到这房子上，他们娘俩就真没地方住了。他把房产证揣进怀里，咬牙切齿。我明天就去办，以防养老抵押。手续一走，这房子就跟他们没关系了。除非陈醉生滚蛋，梦梦答应离婚，否则这房子他们别想住。顾曼如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窗外夜色沉沉，筒子楼的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早餐时，徐梦看起来挺开心，我能感觉到她对今天看商铺的期待。倩倩晃着小腿问：妈妈，我们以后有大水果店啦？对啊。徐梦声音轻快，倩倩想吃什么都有。好耶。粥香混着煎蛋香，简单安宁。可是没过多久，砰砰砰，砸门声又急又重。徐梦去开门，
徐正奇夫妇铁青着脸站在外面。爸妈，你们怎么打扰你们商量卖房子了？徐正奇一步跨进来，眼睛就直直瞪着我。卖房子？徐梦愣住，顾曼如红着眼指着我。陈嘴生，你是不是欠债还不上，就打起卖房主意了？你要不要脸？我放下筷子，爸妈，你们搞错了，我没欠钱，也不会卖房。你闭嘴！徐正奇猛地打断我。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他转向徐梦，声音拔高。梦梦，这婚必须离，马上离！他欠200万巨债，房子都要卖了，你不离婚，想带倩倩睡大街吗？徐梦急了。爸妈，你们弄错了，都是梅影的事，听谁胡说？还用听谁说？顾曼如掉泪。街坊都传遍了，梦梦，妈心疼你，离了吧，回爸妈身边来，房子给你留着，药费我们管。不离。徐梦声音里带了火气。我们过得怎样自己清楚，不用你们。你清楚什么？徐正奇暴喝。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今天你就给我一句准话。他瞪着眼盯着徐梦，一字一顿。这婚你离还是不离？徐梦咬着嘴唇不说话。不离。好。他胸膛起伏。这房子我收走，你们是富是穷跟徐家没关系，就当没你这个女儿。最后几个字像锥子一样扎进徐梦心里。我看见他身体一晃，脸色发白，眼泪涌上来却倔强的不掉。他看着我父亲扭曲的脸，母亲垂泪不敢看他的样子，然后他抹了把眼睛，他声音发颤，但很清晰。不离，你要断绝关系，随便，这房子我们不住了，今天我们就搬走。徐正奇瞪大眼，像第一次认识女儿。好，你有种！他气得发抖。明天我来收房子。说完，拉起顾曼如，转身就走。顾曼如踉跄着回头。梦梦，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爸爸为你好啊！徐梦冲着他的背影喊。是他说要断绝关系，是他说要收房子，我同意了，难道不是听话吗？顾曼如一噎，脸色难看。你就跟着姓陈的鬼迷心窍，父母都不要了，我就当没生你这个女儿。门被重重摔上，几秒后，徐梦扑进我怀里，压抑的哭声倾泻而出。他们怎么能说那种话？她哭得浑身发抖。我搂住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倩倩抱住妈妈的腿，小声哭着。妈妈不哭。等徐梦平复下来，我擦掉她的泪，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又环顾着破旧逼仄的屋子。老住这儿也不像样，我们该有个自己的家了。可是，她抬头看我，钱的事你别担心。我握着她的手，走去看铺子。她点点头，回卧室翻出一件浅蓝色连衣裙。我认出那是她结婚后买的最好的一件衣服，平时轻易不舍得穿。看着她比划那条旧裙子，我心里被刺了一下。卡里还躺着300多万，是该给她和女儿买点像样的东西了。走吧。徐梦换好裙子，对我笑笑。去看大事业。我们下楼，刚到马路边，旁边滴滴2声喇叭响，转头，黑色奔驰车窗降下，露出刘兴荣的笑脸。老弟，弟妹，上车。我微微一怔，笑了。这个刘兴荣，司机都没带，竟然亲自开车来了。车子驶向东南区，路上刘兴荣闲聊：老弟，万家汇当初是为了消化边角料盖的，位置偏，既不是新城，也不是老城。他拐进一条略显陈旧的马路，这片叫已拆迁安置区，老城区拆出来的人不少安置到这儿。路宽楼新，但配套跟不上，地铁也没通。我看着窗外说，人住下来就得生活，需求慢慢就起来了。我心里清楚，因为拆迁安置，这里就是未来几年宁海草根经济活力最强、人气最旺的隐形核心之一。万家汇作为这片最早成型、规模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会成为巨大的磁石。它的铺面现在不起眼，但很快就会一铺难求。不说养3代了，养我们一家3口，一辈子衣食无忧，绰绰有余。车在市场外停下，徐梦看了看空旷的停车场和冷清的大门，蹙眉小声说：“醉生，这里能行吗？”刘兴荣诚恳道：“老弟，滨江路步行街我还有几个小铺面，位置绝对好，给你弄一个。”我摇头，滨江路的消费场景和我们不搭，就这挺好。别看现在冷清，以后这里能火得一塌糊涂。刘兴荣脸上挂着笑，眼神却透着疑惑。我淡淡提了一句：“刘兄，你手里的万家汇股份别急着转让，如果有小股东套现就接过来。以后东南区这片就属这万家汇是块能下金蛋的宝地，寸土寸金。”刘兴荣眼神一凝：“老弟，你说真的？”我迎着他的目光：“真的假的？看你愿不愿意信了。”刘兴荣没再说话，环顾空旷的市场外围，若有所思：“走，进去看看。”他恢复爽朗，领我们进去。管理人员看到刘兴荣，
小跑过来，刘董，带我们看看空铺面，特别是好位置。管理人员殷勤引路，带到靠近主入口的黄金地段。刘董，陈先生，您看这套。他指着一个面积大出半倍的铺面，这是我们市场最大的铺面之一，位置绝佳，面积大，展示效果好，做什么生意都气派。铺面确实不错，敞亮通透。刘兴荣看向我，老弟，这个满意不？徐梦眼睛亮了一下，等我决定。我摇头，这个不要。啊！管理人员一愣，老弟，这位置可是最好的了。我摇头，目光转向市场深处，我们去侧门那边看看。侧门？管理人员困惑，那边人流少很多，位置偏。带路吧。来到西北侧门，这里靠近货运通道和停车场边缘，人流稀少。侧门附近一排铺面多数空着，玻璃蒙灰。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并不起眼的铺位上，它不在正对侧门，稍微往里凹，旁边还有承重柱。就这间，我指向它。这间？徐梦忍不住出声，看看周围冷清环境，又看看那藏在柱子后的铺面，满脸疑惑。刘兴荣也皱眉，老弟，这个位置太偏了，采光受影响，柱子挡视线，要不再往前看看？不用看了，我语气肯定，就这里。为什么是这儿？徐梦小声问，我压低声音，因为啊，这儿风水好。风水？我指着承重柱，你看这根柱子，风水中代表靠山稳当，铺面往里凹，叫纳气藏风。财气进来不容易散。又指侧门外货运通道，那边车来车往是动，我们这儿是静，动静结合，生生不息。徐梦听得一愣一愣的，刘兴荣哭笑不得，也不再劝。行，老弟看中了，就是他。他对管理人员说：“就这间，准备合同。”他甚至没回办公室，让管理人员把合同拿到奔驰车上。就在车里，我和徐梦签下租赁协议，30年租期，可续签，总租金10万，这价格基本等于白送。徐梦拿着合同，露出了今天最舒心的笑容。醉生，现在去哪儿？既然铺面定了，就在附近看看房子吧，有合适的就买一个。买房？徐梦眼睛又亮了。对，买房。刘兴荣接话，老弟要在这附近买房，好办。周边悦景台、东南明珠都是我们公司或合作方开发的，你看中哪个，我给你安排最低价。我摇头，那些都不用，我们就去温馨家园看看。温馨家园？刘兴荣一愣，那是早几年的拆迁安置回购房，早就清盘交房，现在都是二手房在流通。我明白他的意思，新房他可操作，二手房就不好直接干预价格了。我笑了笑，我知道，新房就房不重要，位置合适就行。刘金荣一个电话，不到1刻钟就来了一辆白色商务车，车门弹开，下来个40来岁、肚子微腆的男人。刘董，您怎么亲自来了？他一路小跑，双手伸得老长，又转向我们。比姓周，周福来，福来不动产。刘董交代的事儿包我身上。刘新荣淡淡点头。老周，陈先生是我老弟，想在温馨家园看房，有合适的吗？有，当然有。周福来拍着胸脯。刘董开口了，中介费免收，交个朋友。温馨家园再售4套，我们挨个看过去，3套都比较一般。最后一套顶楼，门一推开，阳光铺了个满怀，毛坯房，水泥地，白灰墙，敞亮干净。徐梦走到客厅尽头，忽然呀了一声，外面是露台，足有60多平。周福来凑上来解释：“陈太太，这露台严格说算公共区域，但您看这格局，顶楼就这一户，外面的人绕不上来。您要是把门一封，其实就是您家私家花园。”徐梦没说话，只站在阳光里望着那片空地。我走过去，如果把这里封起来，那边搭花架种蔷薇，这边砌花坛种月季绣球，东南角放张腾桌，2把椅子，夏天傍晚可以喝茶吃西瓜看星星。徐梦转过头看着我，没说话，眼眶悄悄红了。房子120平，加上露台，可用空间180平。我看着他，梦梦喜欢吗？他没立刻回答，只是重新转回去看了很久，然后轻轻点了下头。刘信荣立刻接话：“老弟，这套定了，装修你别管，我来弄。”他大手一挥，这边的盘我们公司开发的，图纸都有。我找人把露台围起来，从客厅开门，外面搭旋转楼梯，上面加玻璃穹顶，材料仓库现成的，正好给你用。徐梦问：“那得多少钱？”哎呦，刘信荣笑起来：“弟妹，你可别给我提钱，这点装修就是顺手。”他只是认定我刻意在结交了，我也不矫情。行，多谢刘兄。周福来正要敲定这套，周总，我转向他，
这4套我都要了。什么？周福来一愣，徐梦猛地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刘心荣也意外，老弟，你是觉得面积不够？悦景台那边我有套300平小别墅，哪去就是。不用，我笑着摆手。刘兄，我真喜欢这位置。我看向窗外，离万家汇近，走路就到，旁边就是幼儿园，倩倩上学，梦梦照看生意，都方便。徐梦拉我衣袖，压低声音，也不用买4套呀。上虽然还有300多万。我反手握住他，放心不会亏。他张了张嘴，最终咽回担忧。我转向周福来，周总，4套一起准备合同吧。4套全款不过200万出头，账上还剩100多万，足够铺面启动和周转。合同签得很顺，搬家更顺。刘新荣一个电话，半小时来了小货车，3个小伙子搬完不到中午。顶楼要装修，我们就住5楼的一套过渡，前任业主没怎么住过，简单打扫，换上新窗帘，窗明几净。徐梦把他养了几年的绿萝摆上窗台，倩倩脱了鞋，在新地板上跑来跑去，从这个房间窜到那个房间，像撒欢的小雀。妈妈，这个房间是我的吗？爸爸，我们以后就住这里了吗？徐梦坐在刘新荣新送的那套沙发上，说是仓库样品，实则是全新，连包装膜都没撕。他环顾四周，看着跑来跑去的女儿，眼神有些恍惚。昨天他还挤在那阴暗潮湿的老破角，早上还在和父母激烈争吵，现在他坐在宽敞明亮的新居里，名下有了一套商铺，还有4套写着他和我名字的房子。顶楼那套带露台的还在等我们把它变成空中花园，太快了，快到像做梦。窗外的阳光倾泻进来，在他微微湿润的眼眶里折射出细碎的光。看到妻子的感动，那一刻我觉得这200多万花得真值。200万4套房，我心里清楚这笔钱花出去有多值。再过1年，宁海的教育格局将迎来一场地震级的洗牌。一位宁海出身的京城老领导即将从重要岗位上退下来，老人家一辈子矜持，唯独这一次他主动提出想在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留下一所学校，不是挂名，不是捐建，是实打实的把京城最好的教育资源华北附小引入宁海，而分校的选址就在温馨家园隔壁那块空地。华北附小宁海分校第一批招生全是挤破头，学区划分的红线恰好把温馨家园整个圈了进去。一夜之间，这个被所有人嫌弃的拆迁安置小区摇身一变成了宁海最炙手可热的顶级学区房，房价做火箭一样往上翻。那些当年拆迁拿了这里房子的老街坊，稀里糊涂就实现了2次暴富。有人卖1套房够儿子在上海付首付，有人把住了半辈子的老房子换成真金白银，老两口周游世界。那2年，整个宁海都在议论温馨家园，羡慕的、眼红的、后悔没下手的、跺脚骂娘的，什么表情都有。而我手里现在有4套，等价格冲上顶峰，择机出手3套，剩1套自住。到那时候，别说一辈子衣食无忧，梦梦就算从现在开始躺着，这辈子也躺得舒舒服服。当然，如果想赚更多，凭我手里的信息和资金，完全可以把周边几个小区也扫一遍，但没必要。重生一回，我渐渐想明白一件事，钱是赚不完的，钱是我穷尽一生，从一无所有做到1000亿身家。可到头来呢，这辈子钱够用就行。女儿的笑脸，妻子的眼神，一家人围坐吃饭的安稳时光，这些才是我真正珍视的。徐海在自己车里坐了快20分钟，手机攥得掌心发烫，终于还是发动了车子。父亲电话里吼得那么凶，他要真不来，这个家怕是回不去了。车子7拐8绕，停在那栋熟悉的筒子楼下。他深吸一口气，上楼敲门，没人应，再敲还是没动静。他下楼，小跑到巷口那个水果摊，空的，摊位收拾得干干净净，连那台旧电子秤都不见了。隔壁卖菜的大妈探出头，认出他。哎呦，小徐啊，找你妹妹。对，我妹他们搬了，中午就搬了。大妈嗓门敞亮。来了一辆大车，几个小伙子乒乒乓乓，没一会儿就搬空了。我还寻思呢，住了10来年，怎么说搬就搬了？徐海脑子嗡的一声，搬哪儿去了？那我可不知道。大妈摇头。你妹没跟你说？徐海没答话，他站在空荡荡的水果摊前，攥着手机，半天没动。这些都是后来徐梦接电话时，我从他零星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来的。那天晚上，他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就变了，没说话，直接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电话，听见那头徐正奇的声音，中气十足，理直气壮。陈翠生，你听着，那套房子是我单位分的，产权在我手里，我已经投到以房养老项目里去了，明天就去办手续。除非你跟梦梦离婚，否则这房子你们别想住。我握着手机，沉默了2秒，然后说：
爸，我们已经搬走了。电话那头也沉默了2秒。搬走了？对，今天中午搬的，房子空出来了，你随时可以来收。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电话被挂断了。我把手机还给徐梦，他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但没哭。他声音有点抖。他们真的把房子投进去了？他低下头，攥着手机，半天没说话。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挤出一点笑。算了，反正我们也不回去了。我点点头，把他揽进怀里。万家汇的水果批发超市装修完开张，头1个月生意不温不火。徐梦有时看着空荡的店面，眼神里会闪过一丝焦虑。我不急，账户里还有余钱，铺面是自己的，不用交租，顶楼那套还在装修，日子是一天天过的，不是一天天赶的。1个月后，刘兴荣打来电话说装修好了，我们过去验收。推开门的瞬间，徐梦整个人定在那里，客厅和露台之间的那面墙整个打通了。刘兴荣真给装了一扇从天花板垂到地板的玻璃折叠门，此刻门全部推开，阳光从露台倾泻进来，满屋子都是金灿灿的。露台变了模样，水泥地铺了防腐木，角落里砌了花坛，种上了藤本月季和蓝雪花，花架已经搭起来，藤蔓还没爬满，但绿意已经星星点点攀上去了。东南角一张藤边圆桌，2把椅子，桌上甚至摆了个粗陶花瓶，插着几只绣球。玻璃穹顶罩住半个露台，透亮，不挡阳光，也不怕雨天。徐梦慢慢走进去，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捂住嘴，眼眶红了。倩倩是尖叫着冲进来的。小丫头本来在楼下，被刘兴荣的助理带着看心中的苹果树，一回头发现爸爸妈妈都不见了，蹬着小短腿就往楼上跑。门一开，他愣住了，然后哇！他冲进客厅，转了个圈，又冲上露台，又转了个圈。苹果树、花架、圆桌、玻璃顶，每一样都能让他哇一声。妈妈，这里好漂亮呀！我看着他们母女俩，忽然间，前世那些百亿合同、千亿并购，站在镁光灯下的高光时刻，全都不及此刻1/1000。而好事一来就是接二连三。2个月后，本来一直生意平淡的水果批发超市突然爆了，起因是徐梦的直播。这主意是我出的。我说，默默你每天在店里进进出出都是新客，不如开个直播试试，也不用刻意吆喝，就架个手机，拍你平时怎么卖水果，怎么理货，怎么跟客人聊天。徐梦当时有点懵。直播？我又不会那些。不用那些，我说，你就做你自己。我给他置办了2身行头，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直播装，就是棉麻衬衫、素色围裙，头发随手一扎，清爽干净。灯光也没弄那些奇奇怪怪的滤镜，就一盏暖调的补光灯打在水果摊上，背景就是万家汇的档口，木架子上整整齐齐码着当季鲜果，手写的价签歪歪扭扭，是倩倩的笔记。第1周，直播间里平均在线3-5个人。徐梦也不急，没人说话他就低头理货，偶尔抬头对着镜头笑笑，说2句。今天草莓很甜，蓝莓新到的。第2周，有一天晚上，他刷手机，刷到隔壁省有个蓝莓产地滞销，农户蹲在地头唉声叹气。徐梦看了好几遍，第2天一早跟供应商打电话，直接包了500斤。他没拿这事儿做文章，只是在直播时把那批蓝莓摆上架，随口说了句：“这家的蓝莓好吃，果农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那天晚上，直播间突然涌进来几百人，弹幕刷得飞快。姐姐好美，助农是真买了吗？已经下单，支持良心商家。徐梦懵了，手忙脚乱的回复，脸都红了。第2天，平台推流来了，助农标签一挂，流量像开了闸。第3天，订单开始用刷的，不是一单一单来，是一页一页。打印订单的机器从早上响到晚上，吱吱吱吱吱没停过。不止线上，线下也爆了。万家汇正大门开修路，市政管网改造，工期公示写的是预计8个月。正门一封，车进不来。原本冲着主街铺面去的客流，一窝蜂涌向了北侧门，而北侧门正是我和徐梦的店。货车一辆接一辆，在我店门口排成一溜，前面卸货，后面装车。这边芒果刚马上架，那边批发商已经拎着条子过来开单了。老板，金黄芒再来5箱。阳光玫瑰还有吗？给我来10件。车厘子能不能便宜点？我拿得多。仅仅1天，我和徐梦2个人就忙得冒烟了，别说吃饭，喝水都得见缝插针。回到家，徐梦靠在沙发上，连抬手捋头发的力气都没有。第2天，我赶紧让刘兴荣帮忙招了5个人过来，这才让我们缓过来一点。老弟，人我给你找齐了。电话里，刘兴荣声音洪亮，我擦了擦手，把手机夹在耳边。刘兄，辛苦。不辛苦，给你办事，我心里有数。他顿了顿，开始细数。一个货车司机，退伍兵出身，开了8年大车 ，A 本，没有事故记录，
还有2个小姑娘，一个学电商的，在 MCN 机构干过，懂直播推流的门道；另一个学传媒的，长相讨喜，嘴甜，可以在直播间里帮腔。他压低声音：“老弟，我真服了，你怎么就知道正门那边有修路？真是风水看出来的。”我笑了笑：“刘兄，你是做房地产的，风水这东西有没有用，不是比我更清楚？”电话那头沉默半秒，然后响起一阵畅快的笑声：“那是，有些事信则有。老弟，你这眼光，我是真服了。”我没多解释，正门修路，8个月地下管网，这事我确实提前知道。上一世万家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北门成了主出入口，原本最冷清的那个角落，硬生生被车流和人流踩成了黄金口岸。当时还有风水先生专门跑来，指着北门那根柱子说：“这叫龙柱镇水，旁边铺面是侧卧藏风。”传得神乎其神。这波地利现在被我吃到了，但连我自己也没完全料到的是，徐梦的直播会火成这样。美女、素颜、助农、内循环、促消费、乡村振兴，徐梦踩中了所有平台想推的标签，流量像开了闸的水往他身上涌。有时候忙里偷闲，他会坐在货架边发呆。醉生，我今天又算了账，上个月线上线下加起来137万，利润21万。他表情有些恍惚。有时候早上醒来，盯着天花板，就想这是不是做梦？等梦醒了，还在那个筒子楼里，倩倩睡在墙边，你还没回家。他没有说下去，我握住他的手。不是梦，就算是梦，也是咱们自己挣来的梦。他抬起头，眼眶有点红。我得转移一下妻子的注意力了。梦梦，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不是赚钱。他侧过脸看着我，我说：“倩倩下个月要去医院复查，还有，她幼儿园开始留作业了。”徐梦沉默几秒。你是说我陪她时间太少了？我是说，咱们现在不缺钱了。我看着他的眼睛，缺的是陪她长大的时间。他深深吸了口气。我知道，可我停不下来。有时候觉得停下来，这些东西就会跑掉。不会跑，我笑着说，而他却忽然眉头一皱，认真的说：“倩倩明年要上小学了，这附近最近的公立小学教学质量很一般，市里那些好的，要么划片，要么交择校费。市中心的学区房，老破小都4、5万一平，一套50、60平的300多万起步。”他越说越快，像是被什么推着往前冲。不行，我还得再赚点。看着他这副模样，我有些哭笑不得。梦梦，放心吧，咱们的女儿有福气，有福之人不用忙。他愣了一下，显然没太听懂。我也没急着解释，华北附小的事现在还不能说，时机没到，等那个消息官宣的时候，半个宁海都会疯。水果批发超市的生意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公司注册下来了，名字是我起的，梦生果业。徐梦看到营业执照上那2个挨在一起的字，嘴角弯了弯。正规了。我给妻子建议工资开高一点，她点头，把薪资往上调了一档，店里顺畅多了。我们俩总算不用天天盯在店里，尤其是直播间，小姑娘们上手快。徐梦只在特定时间出现，但每次她一上线，弹幕就炸。水果西施这个标签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上的，就这么传开了。那天下午，徐梦手机响了，挂断电话，她跟我说，以前那个市场的管委会通知我去拿退还的押金。多少钱？2000。我笑了，还不够咱们现在半天呢。那也不能不要，便宜了管委会吧。他白我一眼，已经开始换鞋。20分钟后，徐梦站在那条熟悉的巷口，小破水果摊已换了主人，新装的门头亮堂。他看了几秒，摇摇头，转身往管委会走。这些是他回来之后告诉我的。管委会办公室里，周主任一见到他，热情地判若两人。办完手续，周主任拉着他聊天，问我们现在住哪。徐梦随口说，万家汇旁边温馨家园。周主任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温馨家园？你们住温馨家园？徐梦愣了。怎么了？周主任没答话，转身翻出一张文件拍在他面前。那是一份红头文件复印件，标题很长。徐梦一眼扫到几个关键词：华北附小宁海分校，选址学区划分，目光往下移，一到那行字，温馨家园划入本校招生范围。下面还有小字，发布日期是3天前。啥意思？徐梦一时没反应过来。周主任在旁边絮道：你们那一片现在是学区房了，华北附小，京城来的学校，整个宁海最好的学区。温馨家园那破房子，以前谁看得上？现在你猜多少钱一平？徐梦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13万。周主任伸出2根手指，
13万还抢不着。他以为徐梦是租房，满脸惋惜。哎呦，你们要是早点在那买一套就好了。租房子是帮房东还贷，人家现在赚翻了。你想想，13万一平，随便一套100来平的，就是1000多万。徐梦愣在那里，1000多万，温馨家园，13万一平。他名下有4套房子的小区，4套。他后来跟我说，那一刻他腿都软了，扶着桌子慢慢坐下来。周主任吓了一跳，怎么啦？脸色这么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徐梦摇摇头，张了张嘴，声音发飘。周姐，温馨家园的房价你刚才说多少？13万啊，怎么啦？徐梦没说话，只是愣愣坐在那里，盯着桌上那份文件，一动不动。然后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手机震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店里核对货单，屏幕上跳着老婆2个字，接起来，那头没声音。默默，最生，温馨家园13万了。我一愣，华北附小分校就在旁边，学区划进来了，13万一平。我靠在货架边，心里确实有点意外。上一次这个消息公布是在1年后，这一世提前了大半年。默默，你先回来，我们去中介看看。好。他应了一声，又顿住。最生，你当时买4套房子的时候，是不是知道什么？我笑了笑，那怎么可能？我要能提前知道，直接借钱把整个小区都扫了，还开什么水果店？那头又安静了几秒，然后他轻轻了一声，挂了电话。他匆匆往回赶，但另一个人先到了，黑色大奔队到店门口。刘兴荣大步跨进来，老弟，温馨家园学区房的事儿你知道了吧？我放下单子，刚知道。我出差去了，下飞机直接奔你这儿。他走到我跟前，压低声音：老弟，你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事先知道这个政策？我慢悠悠笑了。刘兄，学区房这事儿，我要是能提前算到，还做什么水果生意？刘兴荣盯着我看了好几秒，最后嘿了一声：老弟，运气好的人多了，没一个像你这样好的这么准的。我笑笑，没接话。徐梦回来时脸还是红的，我们仨直奔福来不动产。到了才发现不对劲，门口乌泱泱围了一大群人，大门都快被挤爆了，里面更是人满为患。温馨家园还有没有房源？什么户型都行，我全款。周福来从里面挤出来，脑门全是汗。他看到我，眼睛一亮，快步迎上来。陈先生，您来了。旁边的顾客都看愣了，这中介老板怎么见了这个人跟见了亲爹似的？我笑了笑，周总，生意不错，托您的福。周福来点头哈腰，把我们引进小会客室。陈先生，您这次来是想卖房子？周福来眼睛一亮，温馨家园的。哪几套？徐梦抿了抿唇。5楼那套，还有3楼那套，顶楼的留着自住，另一套先放着再看看。周福来连连点头，开始算账，笔尖刷刷画着，数字跳出来，他把纸推到我面前。陈先生，5楼那套98平，保守估计1250万；3楼那套95平，差不多1230万，2套加起来2480万。我看见徐梦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我点点头，行，就按这个价挂。周福来连连点头，又想起什么，陈先生，中介费。我笑了，周总，这回不能免了吧？周福来愣了一下，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陈先生，您上次跟我说，下次让我把中介费赚回来，当时我就当场面话，没往心里去。结果呢，您真回来了。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刘兴荣的目光刷地扫过来，徐梦也侧过脸看着我。我微微一笑，搂住徐梦肩膀，跟我没关系，是我老婆人美心善，忘记啊。徐梦脸疼得红了，轻轻打了我一下。手机震了一下，2480万到账。我瞥了一眼，把手机揣回兜里。徐梦却一直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那串数字他反复看了好几遍，又用手指点着，数了几遍，才抬起头。崔生，我现在是千万富翁了。我点头，对。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皱着眉，表情困惑。数字在手机里，房子还在那儿没动，店里该忙还是忙，怎么就千万富翁了？刘兴荣在旁边扑的笑出声。弟妹，富豪就得过富豪的日子，这样才有真实体验。老弟，听哥一句劝，换个房子，大别墅。我们公司在翠湖那边刚推出一批独栋，环境好，私密性强，带院子带车库，我给你留一套最好的，就当我感谢你了。他说的真诚，我也知道他的算盘。这次温馨家园学区房的消息一出，他手里囤的那些房子和万家汇的股份涨得比我还狠。这一波下来，
不比他开发2个楼盘赚的少，他更想教好我了。但我摇头。刘兄，好意心领了，房子就不换了。徐梦在旁边用力点头。对，顶楼的阳光房我还没住够呢，露台上的月季刚开，我每天早上都要去看一圈，搬走了多可惜。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小女生才有的那种喜欢。我看着他，心里那点念头更坚定了。上辈子什么别墅没住过，空荡荡的大房子，一个人走来走去，回声都比人声大。现在一家3口挤在温馨的顶楼，玻璃穹顶下喝茶看星星，比什么豪宅都强。刘兴荣见我们俩都摇头，也不坚持，立刻又有了新主意。行，房子不换就不换，那车呢？车？对，你们现在这生意怎么也得有辆车吧？以后有客户往来，总不能开货车接送吧？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弟妹现在好歹是水果西施，出门坐公交，粉丝不答应啊。最后那句话把徐梦逗笑了，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松动。我想了想，点头。行，下星期有个车展，我们去看看。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万家汇，车还没停稳，我就觉得不对劲。店门口围了一圈人，什么情况啊？不是买东西的，是看热闹的。几个男人堵在门口，叉着腰，叼着烟，烟雾缭绕中透着一股来者不善的味道。我心里一沉，推开车门，快步走过去，挤进人群，看清店里的情形。直播架倒在地上，手机屏幕碎了，原本摆得整整齐齐的水果筐翻了2、3个，握干滚了一地。几个小姑娘缩在角落里，脸色发白。直播间那个位置，平时徐梦坐的，现在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寸头脖子上挂着拇指粗的金链子，翘着2郎腿，手里攥着2个文玩核桃。他眯着眼打量我，没起身。你就是老板？我扫了一眼店里，声音稳着。几位有什么事？寸头男人啧了一声，把核桃往桌上一放。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勇哥，城东勇哥，做商务公司的，最近想扩张，看中你这铺面了。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你这位置不错，又是北门，又是直播，生意挺火吧？我没接话，他继续说：我给你个价，5万，你拿着钱换个地方重新开，这铺面我要了。他拍了拍我肩膀：老弟，给个面子，今天就搬。我低头看了看他拍过的地方，又抬起头：勇哥是吧？这铺面我不卖。勇哥盯着我：老弟，你可能没听清，我说的是给个面子，这面子你接不接？我冷冷一笑。这时身后车门打开，刘兴荣大步走过来。谁在这闹事？勇哥转头，眼睛眯了眯，脸上立刻堆起笑。哟，刘董，您怎么来了？这小店是您罩着的。刘兴荣走到我身边，冷笑一声：罩着？这万家汇整片都是老子开发的，我的铺面想给谁就给谁。他往前逼了一步：你算哪根葱？跑我地盘上玩黑社会？勇哥脸色变了几变，腮帮子咬紧，最后还是把那口气咽下去。刘董，您这话说的，我就是来谈生意的，和气生财嘛。谈生意？刘兴荣指着倒在地上的直播架和碎了一地的水果。这就是你谈生意的方式？勇哥干笑2声，没接话。他转头看向我，眼神阴恻恻的。行，老弟，今天有刘董在，我给你面子。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不过你最好想清楚，是不是真能被别人罩一辈子？一挥手，那几个男人跟着他消失在人群中。店里安静下来，几个小姑娘憋不住哭出声。徐梦从门外冲进来，一把抱住我：你没事吧？没事儿。我拍拍他的背，看向门口。刘兴荣说：老弟，这刘勇专门盯着旺铺下手，手底下养着一帮混混。今天他卖我面子走了，但这口气他不会咽下去。你以后……我知道。刘兄今天多谢了。我没多说什么，只是蹲下身，把滚落的沃柑一颗一颗捡起来，放回筐里。第2天，派出所突然打电话给我：陈醉生吗？你店里的司机孙健跟人斗殴，现在在医院。我一愣：斗殴？老孙？对，你来一趟吧，是医院。我和徐梦赶过去，找到病房，推开门，看见老孙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眼眶青紫一片，肿得只剩一条缝。床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眼圈红红的，应该是他老婆。靠窗站着2个警察，一个在做笔录，一个抱着胳膊看。陈老板，老孙看见我们，挣扎着想坐起来，我几步走过去，把他按回去。别动，怎么回事？老孙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旁边他老婆眼泪又涌出来，声音哽咽：陈老板，我家老孙
他不会惹事的，他是老实人。我知道。我看着老孙，老哥，慢慢说。老孙喘了口气，开始讲。今天一早，他去拉火龙果，货装好，刚开出市场大门，路边忽然冲出来一帮人，手里拎着棍子、石头，二话不说往车上招呼。有人爬上后斗，把刚装好的火龙果往下掀，一箱一箱摔在地上。老孙当过兵，跳下车，冲上去撂倒2个，但对面人多，他再能打也架不住7、8个人围着招呼，后脑勺挨了一棍。倒下之前，看见有人砸车窗，拿刀扎车胎。再醒来就是在医院。老孙说完，咬着后槽牙，腮帮子鼓得老高。我跟2个警察一起走出病房。警官，这事儿我递了根烟过去，年纪大点的那个接过去，叼在嘴上没点。你店里的人？对，司机，部队退伍的，从来不惹事。他点点头。那帮人跑得快，我们到的时候只剩一地烂果子，车牌子被泥糊了，监控拍到几个背影，脸看不清。那这怎么办？笔录做了，案子立了。他看我一眼，但你也知道，这种案子除非统一打黑，不然不好办。我心里有数了。回到病房门口，徐梦正从里面出来，给了老孙老婆8钱，让老孙安心养病，店里的损失不算什么，等他好了再回来上班。养伤这段时间，工资照发。老孙老婆追出来，一把拉住徐梦的手，感激的说不出话来。走出医院大门，徐梦问我，警察那边怎么说？我告诉他，案子立了，但不好抓。他皱起眉，那怎么办？要不要找刘新荣帮忙？我摇摇头，不用找他，白有白道，黑有黑招，放心吧，这事我来办。我给顾卫东打了个电话。第2天中午，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店门口，司机下车开门，态度十分恭敬。徐梦远远看着，有些不安。我没多解释，就上了车。车子7拐8绕，停在一条老巷子口，巷子很深，两边是老式居民楼，墙皮斑驳。走到最里面，一家面馆，招牌很小，字都褪色了。推门进去，5、6张桌子，只有最里面坐着一个人。顾卫东正低头吃面，看我走过来，他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吃不吃？我看了眼他碗里的面，颜色发暗，面条粗细不均，不吃。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倒是干脆。不好吃，为什么要吃？他愣了一下，笑了。陈醉生，我不知道你是自信还是自侮。他放下筷子，不过你说对了，确实不好吃，但以前这东西救过我的命。我静静听他说，特殊年代，我爸妈因为海外关系癌症，我和妹妹没人管，差点饿死。一个老街坊每天偷偷给我们送1碗这个面。他用筷子拨了拨面条，荞麦面掺了榆树皮粉，难吃但扛饿。后来我发达了，找那个老街坊，人早没了。他顿了顿，但这面我时不时就来吃1碗，提醒自己是从哪儿爬出来的。我看着那碗面，沉默了几秒。顾兄，我说句不中听的，说，吃好吃的才是对过去最好的缅怀。他抬起头，天天吃糠咽菜叫不忘本。我摇头，那叫自我感动。真不忘本，就该吃最好的，穿最好的，过最好的日子，让当年那个差点饿死的孩子看看，咱们活过来了，活得比谁都好。顾卫东盯着我看了好几秒，有道理。他擦了擦嘴，神情恢复如常，说正事。那个刘勇只是小角色，但他背后是昌江公司的赖老三。赖老三早年混社会的，后来洗白混进区政协了。顾卫东语气不屑。我说，都上岸了，还这么嚣张。身不由己。顾卫东靠在椅背上，他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不是他想嚣张，是他不嚣张，就有人换别的刀。我点头。那还没真正上岸。顾卫东笑了笑，这事我帮你搞定。多谢。别急着谢。他看着我，下周我女儿生日，办个小聚会，你带你女儿一起来。我看着他，父女关系处得不错。顾卫东脸上露出一丝柔软。根据你的信息，我把暖暖找回来之后，花了不少心思陪她。最近外面的事都推了，天天在家陪她玩。他顿了顿，她从小没爸，现在有了，但没什么朋友。我想给她多介绍点同龄孩子。你女儿多大？5岁。我家暖暖6岁，正好能玩到一块儿。他看着我，下周末带你媳妇儿和孩子一起过来。我点头，行。回到家，徐梦正在露台上给月季浇水，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一遍。他听完，手里的水壶停在半空。顾卫东，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朋友？对。徐梦明显紧张起来。那他家是什么样的？我穿什么去？倩倩穿什么？要不要准备礼物？我忍不住笑了。默默，别紧张，
他深吸一口气，我就是没见过这种场面。你说的那个顾卫东，我听你提过几次，感觉是那种名门世家的人。我想了想，他们家老爷子算起，确实是名门世家。徐梦脸都白了，但是我话锋一转，顾卫东本人是他们家最没出息的那个，跟我臭味相投，也就是个混混。徐梦瞪我搂住他肩膀，别想那么多，明天先去给你和倩倩买身衣服，然后去车展看看车，下周开新车去，体体面面的。真的只是普通人家？比咱们现在差点。他被逗笑了，轻轻打了我一下。第二天，宁海最高档的商厦女装专卖店里，我给徐梦挑了一件米白色的连衣裙，她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几分钟后，门打开，徐梦走出来，我愣住了。裙子很合身，米白色衬得她皮肤更白，头发披散着，微微低头看我。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上辈子见过的那些明星模特，但没有一个能让我心里这样猛地一动。好看吗？他小声问，我没回答，只是看着他。导购小姐在旁边轻声说：“太太，这件衣服太适合您了。”徐梦抿嘴笑了笑，看了看镜子，然后她拿起吊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她转过头，眼神带着惊慌：“老公，6800。”这件包起来。我把卡递给导购，又指了指衣架，那件，还有旁边那条裙子，都拿给他试试。徐梦一把抓住我胳膊，压低声音：“太贵了。”我没理他，冲导购抬了抬下巴，去拿。导购小姐眼睛亮了一下，快步走向衣架。几分钟后，试衣间的门又开了，她穿了一条藏蓝色的丝绒长裙出来，领口开得恰到好处，腰线收得精致。我又让她试了浅灰色的针织套装，再是黑色的简约连衣裙，每一件都好看，不是衣服好看，是她穿着都好看。都包起来。刷完卡，她双手把卡递回来。先生太太，我帮你们把衣服包起来。这时候，倩倩拽了拽我的手。爸爸，我想上厕所。我低头看她，好，爸爸带你去。我转头对徐梦说，你在这儿等着，把东西收好，我带倩倩去厕所，马上回来。她点点头。我牵着倩倩往商场里面的洗手间走。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走后没多久，两个年轻女孩从店门口经过，其中一个随意往里瞟了一眼，脚步突然顿住。姐。徐梦转头看见来人，也是一愣。小月，这女孩正是徐梦的表妹卢小月。卢小月几步冲进来，上上下下打量着她。姐，真的是你，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徐梦笑了。你怎么在这儿？我跟同学约了吃饭。卢小月目光落在她身上，那件还没来得及换下来的连衣裙上。姐，你这是在这儿买衣服？徐梦有些不自在地拉了拉裙摆。没有，就随便看看。旁边另一个女孩也走进来，好奇地打量徐梦。卢小月反应过来，哦，这是我表姐。姐，这是我同学，我们一块吃饭去。你好。徐梦冲那女孩点点头。姐，那我们先上去了，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卢小月拉着同学往外走，走出店门，拐过弯，那同学立刻拉住卢小月。小月，你表姐好有钱啊！卢小月一愣，有钱？没有吧？那家店的衣服随便一件都要大几千。同学回头望了一眼。我刚才看见收银台上堆着一堆衣服，都是他买的吧？真的假的？卢小月脚步慢下来。听说妻子碰到表妹，我没往心里去。2天后，我们去看车展，目标明确，商务车。徐梦路上就打过预防针。老公，咱别买太贵的，10来万、20万就差不多了。我点头，无所谓，上辈子什么豪车没开过，车对我来说就是工具。进了场馆，我们顺着人流走，路过大众展台，倩倩突然站住了。爸爸，你看。她指着一辆车，很兴奋，甲壳虫，复古造型，嫩粉色，在一堆冷冰冰的金属机器里，像个闯进来的童话。好可爱。倩倩拽着我的手，这个车适合妈妈，也适合我。我低头看她，喜欢吗？小丫头猛点头。我看向徐梦，她没说话，只是看着那车，眼神特别柔和，然后小声问我，这车多少钱？那眼神我太熟悉，明明喜欢，又怕太贵，正偷偷在心里盘算。我招手叫来导购。先生您好，这款甲壳虫高配版，指导价30万出头，车展期间有优惠。徐梦轻轻拉我袖子，老公，太贵了。我没理他，对导购说，全款现车有吗？有的先生，展厅这台可以直接提走。徐梦拽我袖子的手紧了紧。老公，我转头看他，难得你和孩子都喜欢。他愣了一下，说不出话。导购在旁边看着，眼神里带着羡慕。那这种车怎么见客户啊？他终于找到理由，总不能开着甲壳虫接人吧？那就再买一辆商务车。我理所当然地说，商务车我开，
拉客户用，这辆是给你和倩倩的座驾。他看着我，眼眶有点红。我说：“这样吧，你和倩倩的车我定了，我的商务车你去挑，价位品牌都随你，行了吧？”他轻轻点了点头，牵着倩倩往其他展台走去。我在这边办手续，半小时后手续办完，正准备去找他们，手机响了，徐梦的声音明显不对。老公，你在哪儿？你快过来，6号展台。怎么了？他们推倩倩，你快过来。最后几个字带着怒气和焦急。我挂断电话，立刻赶过去。赶到时，已经围了一圈人，挤进去，看见徐梦半蹲着，紧紧搂着倩倩，瞪着对面，脸气得发红。倩倩在他怀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对面站着一个女人，30来岁，黑色套装，胸前别着工作牌，展台经理。她双手抱在胸前，旁边站着几个保安。怎么回事？我走过去，徐梦见我来了，把孩子往我怀里一送，转身就冲了上去。你推我孩子干什么？他4岁，你也4岁。那女人哼了一声。这位女士，请您注意情绪。第一，这是我们的展台，我们有权利保护展品。第二，围栏在那里，是你女儿自己钻进来的。第三，她伸出3根手指晃了晃，我只是轻轻挡了一下，她自己没站稳摔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您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我们展台形象，我可以叫保安请您出去。我什么？那女人打断他。您要是觉得委屈，可以去投诉。6号展台，我叫林娜，随时恭候。不过我要提醒您，这种投诉我们见得多了。他说着，目光从徐梦脸上扫过，又落到我怀里倩倩身上，轻笑了一声。孩子嘛，磕磕碰碰很正常，回去哄哄就好了，没必要在这儿闹。想碰瓷，我们有法务。他整理一下自己的套装，语气倨傲。再说了，我们是高端展台，服务的都是高净值客户，不同的资产水平，享受到的服务价值自然不同。您要是资产达标，他微微弯腰，凑近了些，压低声音，但确保周围人都能听见。我跪下来给您舔鞋都行，问题是您配吗？听完徐梦的话，我大概明白了。女儿看见那辆大越野，觉得适合爸爸，想上去看看。围挡拉的是成人高度，红绳子正好在倩倩头顶上面，她压根没注意到。接着那个叫林娜的一把就把倩倩推倒了。我上前一步，把徐梦搂过来，倩倩放回他怀里。我看着林娜，语气平静：“林经理是吧？刚才你说不同净值享受不同服务，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林娜嘴角扯了扯，以为我要服软，我没理她，转头看向展台里那几个手足无措的工作人员。展台上并排停了5辆车，刚才林娜说有1辆被人定了，剩下4辆还在。我伸手指了指那4辆，这4台我全要了。什么？林娜愣了一下，那几个工作人员也愣了。我重复一遍，4台全款，开单子吧。没人动，我看着他们，怎么了？怀疑我没钱？我从兜里掏出银行卡，往旁边台子上一放，又掏出刚才在大众展台刷完甲壳虫之后的银行回单，啪的拍在桌上。这是在大众那边刷的回单，你们可以看看。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女孩犹豫了一下，走过来拿起回单，她看了一眼，眼睛瞬间瞪圆了，下意识捂住嘴，然后抬头看我，眼神完全变了。徐梦这时候顾不上生气了，快步走过来，拉我胳膊：“老公，你真要买？要买也不买他们家的。”我拉着他坐下，拍拍他手背：“听我的。”手续办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弯腰，把徐梦脚上的高跟鞋脱下来一只，然后往林娜面前一扔。林娜盯着地上那只鞋，脸瞬间涨成猪肝色。林经理，不知道我够不够达到你们高净值客户服务的标准？我问。他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在举着手机拍。我看他不说话，摇了摇头。看来你们公司的服务承诺做得不到位。我转身对那个给我办购车手续的马尾女孩说：“这4台车我退了。”女孩一愣：“先生，这……”林娜的脸色彻底白了。车展期间，为了促进成交，前2天承诺无条件退订，后几天退订也只扣少量定金。只是正常人不会这么干，谁吃饱了撑的买了退，退了买。但现在这条规定成了他的催命符。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后面传过来：“老弟，你怎么在这儿？”刘信荣拨开人群，大步走进来。我转头看他：“刘兄，你怎么也来了？”“我来看车啊。”他走到我身边，看了看地上的鞋，又看了看僵在那儿的林娜。“这是怎么了？”我简单说了2句。刘信荣听完，脸色沉下来。他转头看向那几辆车，目光落在越野车上，愣了一下。这辆……他掏出手机翻了翻，递到我面前。
是不是这辆？屏幕上是一张照片，正是这辆越野车，连角度都一样。老弟，这辆就是我订的。你订的？对，准备送你的。他指了指那车。上次你说不换房子，我就想着给你弄辆好点的车。这车我突然留的，明天交车。他转头看向林娜，眼神冷下来。你们推了孩子。林娜脸彻底没了血色。刘董，我不知道。刘心荣没再理他，摆摆手。退了吧，这车不要了。他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喂，老张，6号展台那辆墨绿的越野，我订的那台，退了。对，现在退。林娜彻底呆住了。很快，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匆匆赶来，脑门上全是汗。刘董，发生什么事了？刘心荣说：郑总，你们这经理厉害呀，小侄女要看看车，就被他推倒了。郑总脸都绿了，转头看向林娜，那眼神像要吃人。林娜张了张嘴：郑总，我……你什么你？从现在开始，你不是本公司员工了。林娜腿一软，瘫在了地上。离开6号展台，那点不愉快很快就被我抛在脑后。刘兴荣陪在我们旁边，一路走一路聊。走到休息区，他忽然停下脚步：老弟，刚才那事儿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今天我一定要送你们一辆车，你们别跟我争。我愣了一下：刘兄，真不用。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他态度坚决，转头看向徐梦：弟妹，你来说，你老公不给我面子，你得给我这个面子吧。徐梦被他突然点名，有些措手不及。他看了我一眼，我微微点头。我们本来想买一辆商务车，20万左右的。20万？刘新荣眼睛一亮。这个简单，交给我了。我对商务车最有研究，保证给你挑辆满意的。他说完就走，走了2步又回头。愣着干什么？走啊！我和徐梦对视一眼，哭笑不得，只能抱着倩倩跟上。刘新荣轻车熟路地带我们直奔梅赛德斯展台。展台中央停着一辆流线型银色商务车，旁边站着个长腿车模，正在配合拍照。刘新荣走过去，看都没看那车模一眼，直接指着车：就这个了。然后朝工作人员招手：过来，开单。那个长腿车模明显愣了一下，手里的动作都停了。工作人员小跑着迎上来：先生您好，您确定要这辆吗？确定。刘新荣应了一声，转头就对着徐梦开始游说：弟妹，你听我的没错，这辆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奔驰大品牌，开出去有面子，商务车空间大，以后拉客户带家人都合适。他说的头头是道。我看了一眼那辆车，又看了一眼展台上的标识，忍不住笑了。刘兄，你知道这辆车多少钱吗？他眨了眨眼。20万啊，弟妹刚才说的。这是奔驰 AMG， 我指了指标识，不是20万，是200万左右。刘信荣的表情僵了1秒，徐梦吓了一跳。200万？这么贵？不行不行，刘大哥，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刘信荣很快恢复过来，开始装糊涂。啊，你说的不是200万吗？我听差了。见我们都不说话，他索性耍起无赖。行，我承认我故意的，但是20万的东西我送不出手，要送就送这个，你们不收，我今天就赖这儿不走了。他说着往旁边一坐，我看着他那副无赖样，忽然笑了。刘信荣跟着我的信息赚了不少，但他从来不是只进不出的人，反而一直想着怎么回报。这人可以一交。我看了徐梦一眼，他还在那儿推辞。我走过去，拍拍他肩膀，收下吧。他抬头看我，有些惊讶。我点点头。刘兴荣见我点头，立刻从椅子上弹起来，生怕我反悔似的，直接对着工作人员招手：开单，全款，现在就开。周末，我开着那辆奔驰 AMG， 带着徐梦和倩倩去参加顾卫东女儿的生日会。别墅区很安静，顾卫东亲自在门口等着。见我们下车，他快步迎上来：程老弟，弟妹，快请进。他把一个穿着白色公主裙的小女孩拉到身边：暖暖，叫叔叔阿姨。小姑娘长得清秀，但眼神有些躲闪，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叔叔好，阿姨好。还没来得及介绍，倩倩忽然眼睛一亮，她主动走过去，拉起暖暖的手：你叫暖暖呀，我叫倩倩，我们去玩吧。2个小丫头手拉手，嘀嘀咕咕说着什么，跑进院子里去了。暖暖愣了愣，看向顾卫东，顾卫东笑着点头，他才轻轻嗯了一声。徐梦在旁边脸色有点不自然，小声跟我说：倩倩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我笑了，挺好的，越来越活泼，有点社牛潜质。顾卫东却高兴地直拍手：太好了，太好了！自从暖暖找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这孩子太内向了，老是自己待着，不爱跟人玩。现在能跟同龄女孩玩到一起，太好了。徐梦听了，眼里闪过一丝疑惑，看了看我，
我只是淡淡笑了笑，没多问，这是人家的私事。顾卫东很有眼色，主动开口：“我的事陈老弟清楚，孩子是找回来了，但他妈妈现在还不肯原谅我。”我点点头，安慰他：“慢慢来，有些事急不得，水到渠成就好。”他听了，明显兴奋了一下。老弟，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徐梦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眼里闪过一丝诧异。他没想到这么成功的人，竟然这么听我的话。我去看看孩子们。他说完，往院子里走去。顾卫东趁势拉住我：“老弟，走，去书房坐坐。”书房在2楼，推门进去，我愣了一下，里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端着茶杯，慢条斯理的喝茶。顾老爷子。顾卫东有些不好意思：“主要是我爸想见见你，怕你不愿意来，事先就没跟你说。”我上前道：“老爷子好。”顾老爷子放下茶杯，站起身，冲我点点头：“陈小友，请坐。”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双手递过来：“陈小友帮我找回了孙女，我这个老头子说什么也要敬杯茶，感谢一下你。”我双手接过：“老爷子您太客气了，我找顾兄也不是没所求的。”顾老爷子点点头：“我知道，为了女儿嘛。”他指了指顾卫东：“他不也是为了女儿？对双方都是大好事。”他顿了顿，看着我，目光炯炯：“当然，我这个老头子想见陈小友一面，也不是没所求的。”我一听就明白了，放下茶杯：“老爷子请讲。”他缓缓开口：“我听陈子说，陈小友测吉凶祸福一道，十分精通，所以我也想请小友帮老夫测一测。”顾老爷子要测，我没法推。关于顾家的事，我知道一些。顾家跟国内其他世家不一样，主要势力在海外。当年国内经济开放，急需外资和技术，顾老爷子抓住机会大量引入，加上留学时期跟一些开国元老建立的交情，让顾家逐渐走进国内，版图也扩展到政治领域。这种背景有好有坏，一方面难以真正融入，容易被当外来户；另一方面又落得清贵，跟各方都没什么过节。其他世家在海外拓展利益时，也需要顾家帮衬，所以都会给老爷子几分面子。但有一件事让顾家得罪了国内一个顶级世家。当年顾家捐献了一批文物给博物馆，几年后，其中一件突然出现在拍卖市场，老爷子以为是博物馆监守自盗，气得不行，坚持要追究。但他没想到，那件文物是被一位老同志借走的，一追究就得罪了人，结果就是顾卫东的大哥顾卫红，试图止步不前。这段往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看向顾老爷子，点点头。老爷子想测什么？测个吉凶。他顿了顿，顾家未来的吉凶。我沉吟片刻，那请老爷子写个字吧。他提笔在纸上写下一个鼎字，我看了看那个字，又看了看老爷子，心里有了数。有些事不能明说，但可以点一点。我拿起笔，在旁边写了一首诗：金鼎沉沙20秋，何必归照起无由？浮云蔽日终须散，且看江水向东流。顾老爷子看着这首诗，微微皱眉，他抬眼看了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掩饰过去，淡淡点了点头。多谢陈小友。他把纸条折起来，对顾卫东说：“准备一份谢礼，替我谢谢陈小友。”我站起身，摆摆手：“老爷子太客气了，礼物就不用了，1个字而已，不值得。”说完，我转身告辞，走出书房。我心里清楚，老爷子大概觉得我故弄玄虚，无所谓，有些事点到为止就好。早上起来，徐梦先去万家汇的水果超市，我负责送倩倩去幼儿园。结果她去了没多久，电话就打过来了。老公，你快过来，店又被围了。匆匆把倩倩送到隔壁幼儿园，掉头就往万家汇赶。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太对，水果店门口围了一大圈人，里3层外3层。我挤进去一看，愣住。只见我的店铺门口跪着一排人，我们错了。打头的正是那个勇哥。1个礼拜前还在店里嚣张跋扈，这会儿直挺挺跪在店门口，脑袋耷拉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身后跪着4、5个小弟，一个个鼻青脸肿，有2个胳膊还用绷带吊着。这一排人正齐刷刷的磕头，咚咚咚，脑门往地砖上砸，一点都不含糊。旁边站着2个人，顾卫东的司机，还有那个保镖，双手抱胸，面无表情的盯着。围观的人群炸了棚。这不是勇哥吗？怎么跪这儿了？这水果店的老板娘什么来头？勇哥都给她跪了。不知道啊，看着挺年轻一女的，没想到这么硬茬。我顾不上听他们嚼舌根，赶紧往店里走。徐梦坐在收银台后面，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么坐着。但我太了解他了，他手攥着杯子，指节发白。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冰凉。
他抬头看我，眼眶一下就红了。老公，他们一开门就跪这儿了，吓死我了。我有些无语，大家都觉得你是硬茬，结果你在店里吓得够呛。我拍拍他手背，转身出去找那个司机。怎么回事？司机态度很恭敬。陈先生，老板吩咐的，让这些人磕头认错，磕到您和夫人满意为止。磕多少了？没数，不满意就一直磕。我点点头，走到勇哥面前，蹲下来。勇哥抬头看我，满脸是汗，脑门上磕破了皮，血混着汗往下淌。勇哥，又见面了。我看着他，货车是你叫人砸的吧？火龙果是你的人扔的吧？司机也是你的人打的吧？你说怎么办？要不留一只手下来？他脸色刷得白了，东东又开始磕头。大哥，我错了，有眼不识泰山，我赔，什么都赔。赔钱吗？对，货车、水果、医药费，我赔双倍、3倍也行。我摆摆手，钱不用赔。万家汇里还有没有你收保护费的商户？他张了张嘴，有还是没有？有，全部退回去。以后这个市场，你们的人不许再进来，听明白了吗？他疯狂点头。明白，我这就退。以后我的人再敢踏进万家汇一步，我自己把手剁了。我站起身，没再看他。周围忽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听见没有？以后没保护费了。老板娘真仗义啊，替咱们把这帮孙子赶出去了。何止仗义，那是真牛批。勇哥横了几年了，谁敢惹？我以后买水果就认准这家老板娘了。我听得一愣，明明是我在这儿谈下来的，是我让勇哥退钱的，是我把人赶出去的，这帮人怎么个个都在感谢老板娘？我回头看了一眼徐梦，她还坐在收银台后面，脸上的惊吓还没退干净。行吧，老板娘就老板娘吧，反正晚上老板娘也还是要陪老板的。勇哥的事儿，顾卫东这么快就摆平了，我决定再点他一下。电话接通，我先道谢。顾兄，刘勇的事，谢了。小事。顾卫东说，赖老三那边打了招呼，他不敢再动。行，我顿了顿。对了，上次你爸那个字，我测完一直没细说。涉及文物，我不好讲太多，免得泄露天机。不过宽心是福，有些事情不能计较太多。顾卫东沉默2秒，我明白了，我会跟我爸讲。挂了电话，话说到这份上，够了。后面他们顾家怎么选，不关我的事。中午，店里我们几个围着小桌吃盒饭，罗点点一边扒饭一边刷手机，突然呀了一声。我家要拆迁了。这姑娘是招来帮徐梦做直播的，宁海本地人，学传媒，性格活泼，整天叽叽喳喳的。什么拆迁？诺，新闻推送。他把手机递过来，我接过来看，标题很大：西南老城改造启动，滨江商务区扩容。内容跟我上次在刘新荣饭桌上说的一模一样，老城拆迁，滨江扩容，全部压中。我把手机还给他，继续吃饭。余光瞥见徐梦正看着我，他没说话，但那眼神我懂，他也想起那天的事了。我迎着目光冲他眨了眨眼，他愣了一下，随即抿嘴笑了，低头继续吃饭。就在这时，店门口传来一阵急刹车的声音，一辆黑色大奔直接停在门口，车门弹开，刘新荣几乎是跳下来的。老弟，他大步流星冲进来，脑门上还挂着汗。刘兄，怎么了？这次你得帮我。他一屁股坐到我对面。西南区那个规划，你看到新闻了吧？刚看到，全中了。他拍着桌子，你那天说的话全中了。新市长上来，第一把火就烧在老城改造和滨江扩容。他深吸一口气，老弟，我现在压力大呀。我敲了敲桌子，压中了还压力大？就是因为压中才压力大。他急得直搓手。远景集团现在炙手可热，可老城改造哪是那么容易干的？拆迁、安置、文物、商户，哪个环节出点纰漏，盯着我的人能把我生吃了。他压低声音，前阵子我用其他地块从几个公司手里换了不少西南区的土地，那时候他们笑我傻，现在一个个眼红的滴血，等着看我出错呢。我听着没接话。新市长已经找过我了。刘信荣继续说，文市长问我具体方案，我说尽快拿出让他满意的东西。他身体前倾，老弟，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得帮我。我点了点桌子，刘兄，你们公司那么多高管，能人不少，这种事需要调动整个公司的资源，我一个外人不方便插手。有什么不方便的？你来我们公司当 CEO， 年薪1000万，怎么样？我摇头，我这个人自由惯了，干不了 CEO。那就这样，
他脑子转得飞快。你算我们公司的执行董事，代理 CEO 职责。等西南区这摊子忙完，老弟你来去自由，我绝不拦着。我笑了，我又没你们公司的股权，当什么执行董事？他嘿嘿一笑。万家汇这边，我前段时间收了不少股份，全转给你，然后你拿这些股份跟我远景集团做股份置换，不就得了？我微微一怔，这个条件有点意思。万家汇的股份拿到这个，我就不仅是这里的商户，而是市场的股东了，这差别可太大了。我想了想，伸出2根手指。2个条件：第一，万家汇的股份该多少是多少，我按市场价买，你的人情我领，但钱不能少。他张嘴想说什么，被我抬手止住。第二，我看着他的眼睛，西南区的规划我要全权做主，方案我来定，团队我来挑，流程我来走。远景集团上下，包括你刘兄在内，都得听我调遣。刘信荣愣了1秒，然后他笑了，笑得很畅快。行，他伸出手，老弟，就这么定了。3天，股权置换全部走完。4天，临时股东大会上，我和徐梦正式成为远景集团新股东。虽然他股份占比不大，但股东就是股东。早上出门前，他在镜子前站了快20分钟，藏蓝色职业套装，头发盘起，露出白皙后颈。我愣了一下，第一次见他这么穿，简直白领丽人。股东大会很快结束，我成为 CEO， 徐梦坐后排，全程安静地看着。管理层等着，去见见人。刘新荣说完就要拉徐梦同去。弟妹，你现在也是股东，一起听听。徐梦看向我，眼神里有期待。我点头，一起听听。管理层会议室坐满高管，熟悉的面孔点头致意，陌生的则带着审视，还有不屑。尤其左边首座，一个50来岁国字脸男人，目光带着敌意。刘新荣低声说：“吴宽，袁总经理，你在，他权力就小了。”刘新荣宣布任命后，加重语气：“以后我的意见与陈总相左，以陈总为准。”下面一阵哗然，胡宽嘴角下压。我起身简单自我介绍，掌声奚落。胡宽没动，正要坐下，他开口了：“陈总不到30，这个年纪当 CEO， 远景历史上没有过吧？”旁边一人附和：“本科学历，非专业出身，地产行业专业壁垒高，陈总能胜任？”我没回答。戴眼镜高管接话：“西南区项目涉及拆迁改造，方案改了600几百页，陈总自信接得住。”这时，胡宽站起来盯着我：“我有一个具体问题，西南区改造有3处清末民初老建筑要保护，施工期间地下管线改造、地基开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沉降塌陷。我们研究1个月，陈总有解法。”会议室所有人都看着我。徐梦手指轻轻攥紧，他听得出来这是下马威。如果我说不出所以然，在座没人会服我。我低头看图纸，3处老建筑位置标注清楚，周边管线地基也有说明。胡宽确实下了功夫。我抬起头，淡淡一笑，该让徐梦看看她老公是什么成色了。胡总问题问得好。我把图放回桌上。不过回答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方案改到第6版了，预算3000万打连续墙。胡宽愣了半秒。对，3000万左右。我话锋一转，那你知道这个方案有致命漏洞吗？他脸色微变。什么漏洞？我把图往前推了推。清末民初老建筑地基最浅，最深不超过2米。你们连续墙打到地下12米，直接穿透地基。穿透后地下水脉改变，地基土质流失，这不是保护，是加速破坏。胡宽脸色变了。会议室开始有人小声议论。我靠回椅背，声音不紧不慢。这是第1个问题。第2个问题，方案里提到的3家公司，天工建设、宏达岩土、永昌管业。我拿起文件翻了2页。天工法人姓胡，是你堂弟。宏达股东里有个是你侄子。永昌管业成立不到半年，唯一合作方就是远景，签的单子全是西南区前期工程。会议室彻底安静，所有人目光看向胡宽，他的脸一点一点变白。你血口喷人！他猛地站起来。正常商业合作，我堂弟做工程10几年，凭什么不能投标？我看着他，没说话，等他吼完才慢慢开口。胡总，我还没说他们有问题，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他噎住了。我转头看向财务总监李总，麻烦把这3家公司近2年财报拿过来。刘新荣点头，去拿。3份财报放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但没有翻开，只是捏在手里看着胡宽。胡总，你在远景17年了，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现在辞职，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财报我不翻开。第二，我翻开财报，接下来你就不是面对我，而是面对法律程序。会议室死一样安静，所有人都在等。他站在那里，双手撑着桌面，1秒、2秒、3秒，慢慢低下头。我辞职。我把财报放下。胡总慢走。扫视一圈，无人再敢与我对视。继续开会。新官上任第一把火，我烧了胡宽。当天这事就传遍远景上下，效果立竿见影。接下来几天，政策推行顺畅无比，各部门配合度拉满，要数据给数据，要人给人，没人敢打太极。我带着团队连轴转了1周，终于拿出成果。方案成型那天下午，我把团队叫齐，从头到尾过了一遍。讲完，会议室安静了几秒，不知谁先鼓掌，掌声越来越响，连成一片。我扫了一圈那些熬红眼的面孔，笑了笑，回去睡觉，明天聚餐。没人动，一个工程师搓着手。陈总，能不能再讲一遍地下管廊的布局？我没太听懂，但感觉特别厉害。我哭笑不得，这帮人熬傻了。但我知道，从这天起，远景上下对我是真的服了。我把方案拿给刘兴荣，他翻了几页，直接站了起来。老弟，好，太好了！这项目干成，我老刘这辈子值了。他激动地在办公室转圈，转了2圈，却突然停住，脸上的兴奋褪成忧虑。暂时有话直说。他搓着手坐下。第一个问题，市里能通过吗？文市长新官上任，我怕他没这个魄力。我笑了，做思想工作，实在不行，到时候我陪你去。刘兴荣脸色稍缓，眉头又皱起来。第二，花钱太多，预算超原先3倍，肯定要大规模贷款。万一……我打断他，预算上去，利润也高，长期利润是原先的6到8倍。这我知道。他苦笑。但前期投入呢？银行那边不用银行。他愣住了。什么？1期启动资金1个多亿，你不会这点钱都没有吧？刘兴荣以为自己听错了。1个多亿，我看你的规划前期没有8个亿下不来。我微微一笑，回头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资本操盘。下午，市政府小会议室，文市长带着住建局、规划局、财政局的一把手一起听汇报。刘兴荣坐在我旁边，微微有些紧张。开始吧。文市长点头。我打开资料，一口气讲了40分钟。讲到20分钟时，文市长手里的笔就停了，他靠在椅背上，直直盯着投影，又盯着我，一眨不眨。几个局长开始交换眼神，震惊、难以置信，还有一丝这人是何方神圣的困惑。讲完，我按下翻页键，会议室落针可闻，安静了足足5秒。文市长端起茶杯，各位有什么问题随便问。周局长第一个开口。老城区想挖3层地下空间，周边老建筑怎么保护？万一施工导致沉降。我打开对应页面，不是全面开挖，而是点状布局，商业、停车、管廊分开处理，用微型盾构技术连接，地面建筑基础提前加固，每栋老建筑下布置12个沉降监测点，数据实时上传。吴局长推了推眼镜，滨江扩容7个功能板块，业态布局依据是什么？会不会重复建设？我笑了笑，定位完全不同。接着一口气讲完7个板块的定位与策略。吴局长再无话可说。最后，财政局郑局长翻开本子，我就一个问题，市财政要出多少？需要多少担保？我微微一笑，郑局，这笔钱不需要市里出，不但不需要市里出钱，还能给市财政产生收益。郑局长顿时眼睛一亮。文市长放下笔，我问一个问题，大规模拆迁历来最难啃，你怎么保证能按时完成，不出意外？我看着他，几秒后开口，文市长，刚开始不需要拆迁。文市长愣住了，不需要拆迁？对。不拆迁。会议室里几个人全愣住了。刘兴荣一脸错愕地看着我，拼命使眼色。文市长盯着我，陈总，老城改造不拆迁，你怎么做？我笑了笑，换房。周局长皱眉，换房？我笑着解释，顺序换一下，先做滨江扩容，后做老城改造。滨江新区先动工，住宅、商业、写字楼全部高标准建设。建成后，市里出台政策，市政府公务员、西南老城区住户和商户享受优先换房待遇。我顿了顿，换房顺序抽签决定，抽中的用老房子换新房子，按面积补差价，差价按成本价算，远低于市场价。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吴局长瞪大眼睛，你是说让他们自愿搬？对，我点头，不是我们拆，是他们自己想换。老城区什么条件，滨江新区什么条件，新房子新环境新配套，差价还不高，换你换不换？郑局长问。那不愿换的呢？愿意的走了，剩下的自然好谈。我笑了笑，人少了，诉求就简单了，到时候再谈拆迁，难度降80%。周局长张着嘴，
半天憋出一句：“那是公务员呢，也享受。”对，公务员带头，老百姓看着才有积极性。第一批换房的肯定是他们。我说完，扫了一圈，没人说话，所有人都瞪着眼睛，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眼神里的潜台词我懂，还能这么玩？文市长站起来，方案我们研究一下，尽快答复。他送我们下楼，一直送到车边。上车前，又伸出手和我握了握，另一只手抬起来，在我肩上重重拍了2下，没说话，但那意思我懂了。规划通过得很快，远景集团各团队重新组建，紧锣密鼓开工。我每天连轴转，看图纸，开会，协调资源，一切都按计划推进。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份规划先戳破了宁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那天下午，手机响了，徐梦声音很急：“醉生，爸出事了。”我放下笔：“怎么了？”哥打电话来，说爸投的那个项目被骗了。他语速很快：“人找不到了，钱也拿不回来，爸急得住院了，我现在就往医院赶。”挂了电话，我直接拨给徐海，他叹了口气：“就是那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一个老干部牵头的，说是内部名额，每月拿利息。前几个月确实发钱了，爸还挺高兴。”他顿了顿，结果前几天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搞了个抽签换房计划，说是市里给公务员和老城区优先换房。爸一听就急了，他那套老房子抵押在项目里，换不了啊。他和几个人一起去找那个老干部想退房，人家说没问题，随时赎回。结果前2天再去，人不见了，家里空了，电话打不通，项目办公室也锁了。徐海声音发哽，这下子大家都急了，一堆人堵在那儿报警。爸这个脾气你也知道，一听钱没了，当场就晕过去了。我听完沉默了2秒，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摸了摸鼻子，这事儿整的。我给文市长他们做的那个规划，是属公务员和西南老城区优先换房。消息放出去后，效果出奇的好。本来是市公务员的福利，现在惠及老城区住户和商户，那些人又不是傻子，当然想换，个个都想着把抵押给那个老干部的房产拿回来，好参与换房，一窝蜂去赎回。庞氏骗局最怕的就是挤兑，钱早就被挪走了，哪来的钱赎回？那个老干部不跑才怪。我揉了揉眉心，本意是推进项目，没想到顺手戳破了一个大骗局，把老丈人买领了。收拾了一下桌上的资料，我给团队交代了几句，让他们先干着，然后起身出门去医院看看。赶到医院，门口围满了人，有人要跳楼，病房楼上面。我抬头往上看，顶层隐约有个人影，胳膊还在挥舞。手机响了，徐梦的声音又急又颤：“醉生，爸他想不通，要跳楼。”我心里一紧，上面那个是我老丈人。你在哪儿？楼后面东侧，你快来！我绕过人群，快步跑到楼后，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车、警车停了一片，充气垫正在铺设。徐梦站在边上，脸色煞白，看见我就扑过来，他眼眶通红。我们一个没注意，他就从病房跑出来了，100万还有房子全没了，他受的刺激太大，想不开。我抬头看楼上，那个身影已经跨过栏杆，站在最边缘，旁边徐海一屁股坐在地上，丈母娘被2个女警扶着，哭得站不稳。我看向一个年轻女警，现在什么情况？您是家属？他女婿。他眉头紧锁。当事人情绪非常激动，手里有刀，那个栏杆锈得厉害，随时可能撑不住。我们的人要过去，他看得见。谈判专家上去一个，效果不理想。话音刚落，楼上传来惊呼，我猛地抬头，徐正奇已经翻出栏杆，站在最外沿那条窄边上。爸！徐海喊着，丈母娘2眼一翻，软倒下去。徐梦腿一软，我一把捞住她。醉生，醉生！她抓着我，眼泪止不住，把她扶到旁边坐下。我转身就走。你干什么？女警拦住我，我上去跟他谈。不行，太危险。我有办法。我绕过他，直接往楼梯跑，一口气冲上顶楼。天台上的风很大，谈判专家站在10米开外，举着手。徐老先生，钱没了可以再挣，命没了什么都没了。徐正奇背对着他，站在栏杆外面，挥着刀。别过来，再过来我马上跳。我走过去，拍拍谈判专家的肩膀。我是家属，我来。他愣了一下，慢慢退后。我往前走了2步，停下。爸！徐正奇身体一震，慢慢转过头，看见是我，他眼睛里的血丝更红了。你来看我笑话？我来看你跳楼。他愣住了。你不是要跳吗？我往前又走了1步，我站着看着你跳。
你！他浑身发抖，刀尖指着我。陈嘴生，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我点头，对，因为我让你投资的，我让你把房子抵押的，我让你相信那个老骗子的。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我又往前一步，100万没了，命也不要了。你跳下去，钱能回来。他嘴唇哆嗦着，那是我一辈子的积蓄。所以呢，我打断他，你死了，你老婆怎么办？你儿子怎么办？你女儿就在下面，你跳下去，她亲眼看着你，想过她以后怎么做人？他握着刀的手抖了一下。爸，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跟你女儿离婚吗？我慢慢走近，现在机会来了。你拿着刀，我站在这儿，你跳下去之前先砍我一刀，就当给你自己报仇。他瞪着我，你不是恨我吗？我摊开手，来呀，反正你也不活了，拉着我一起垫背，一了百了。你以为我不敢？他猛地挥起刀，楼下传来尖叫声，我没动，盯着他的眼睛，敢就来，砍完再跳。黄泉路上有个伴儿，不寂寞。他的刀停在半空，手臂抖得厉害。我又往前一步，现在离他只有3米。救生垫已经铺好了，橘黄色的，在楼下像一块小小的创可贴。爸，我声音放轻，你女儿就在下面，你听听，她在喊你。风里隐隐传来徐梦的哭声，徐正奇的手臂抖得更厉害了，眼眶里滚出泪来。你想过没有？我盯着他，你要是死了，倩倩以后问起来外公去哪儿了，我怎么跟她说？说外公被人骗了钱，想不开跳楼了。他才5岁，会有心理创伤的。他的刀慢慢垂下来，就这一瞬间，栏杆发出嘎吱一声，锈断了一截。他身体一晃，我没犹豫，一步冲上去，左手抓住他握刀的手腕，右手死死抱住他的腰，下去。我用尽全力往后一仰，2个人从栏杆上栽下去，风声呼啸，无数尖叫声从下面涌上来，然后砰闷响，眼前一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眼，橘黄色的救生垫就在身下，旁边徐正奇仰面躺着，瞪大眼睛看着天，一动不动。有人把我扶起来。先生您怎么样？伤到哪儿没有？我没答话，低头看自己的左臂，血顺着胳膊往下淌，刀划的那一瞬间，他的刀没完全放下。醉生，徐梦冲破警戒线，跌跌撞撞跑过来，他跪在救生垫上，看着我胳膊上的血，整个人抖成一团。你怎么那么傻？你怎么那么傻？他想碰又不敢碰，手悬在半空，眼泪大颗大颗往下砸。你知不知道刚才你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我……他说不下去了，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没有你，我和孩子怎么办？我抬起没受伤的右手，轻轻拍他的背，没事，皮肉伤。他还是哭，越哭越凶。旁边医护人员冲过来，把我按在担架上。被抬走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徐正奇也被人扶着坐起来，浑身软得像一滩泥，目光怔怔地看着这边，看的方向不是我，是他女儿，跪在救生垫上，抱着我，哭成一个泪人。外科急诊室里，医生用镊子翻开我的伤口看了看，还好没伤到筋，缝个7、8针，养半个月就行。徐梦站在旁边，眼眶红红的，看到缝针穿过皮肉时，他的手轻轻抖了一下。疼吗？不疼。缝合包扎完，我动了动胳膊，还行。徐梦依旧站在原地不肯走，直到徐海进来说：“梦梦，妈让你过去一趟。”徐梦看了我一眼，去吧，我在这等你。他出了门，徐海在我对面坐下。那个陈醉生，今天的事谢了。我摆摆手，他沉默几秒，又问：“你们现在住哪儿呢？”花园洋房。他愣撇撇嘴：“花园洋房，你就吹吧，说你住公园我还信。”话说到一半，他目光落在我胳膊的纱布上，后半句咽了回去。我看着他，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妹妹愿意跟我住公园，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被噎得够呛，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妈让我跟你说一声，现在房子没了，钱也没了，你们想回去也不行了，自己好自为之吧。我点点头。我们搬出来就不会再回去了。你跟爸妈说庞氏骗局爆了，钱估计拿不回来了，但房子没长腿，跑不掉。等案子结束，应该能回来。回家休养半天，第2天照常去了公司。下午开项目推进会，一切按计划推进。散会后，刘新荣把我拉进办公室。老弟，项目头期资金该考虑了，账上能调动的就2个多亿，按你的方案，第1期得8到10个亿。要不要向银行贷款？如果贷款，最好让文市长跟银行打个招呼。不用。我摇头，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推到他面前，帮我开好账户，国内和国际期货账户。他眼睛瞪大，炒期货那玩意风险多大你不知道，万一亏了。我笃定地说，放心，不亏，赚钱不找市长，找市场。账户开好告诉我，其他的你看着就行。
3天后账户全部开好，接下来1周我几乎住在了公司，白天处理项目事务，晚上盯国际市场，有时候一盯就是凌晨3、4点。徐梦心疼坏了，第1天晚上他就拎着保温桶来了，推开门看见我盯着屏幕，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排骨汤，喝完再忙。我抬头看他，身后探出一个小脑袋。爸爸，妈妈说你受伤了，还要工作，我来监督你。倩倩跑过来凑到我身边，我笑了，好，监督。徐梦在旁边坐下，看着屏幕上一堆花花绿绿的线，皱眉。这些东西看得懂吗？我一笑，你老公本事多着呢。那天晚上他们待到10点半，此后每天都来，保温桶里的东西每天不重样。刘杏荣也不回家睡了，他让人在隔壁收拾了一间，晚上就跟着我一起盯盘子，看不懂就坐在旁边，时不时问一句有动静没？我说还没有，他就继续等。第3天晚上，他把行政经理叫过来，安排人2班倒，夜班3倍工资，保障陈总这边。20分钟后，咖啡茶点送进来，刘欣荣靠在沙发上嘀咕：我这董事长都没享受过这待遇。我盯着屏幕没理他。财务总监李总曾为此事专门来找过我，语重心长地说：陈总，2个亿不是小数目，高杠杆高波动，稍有不慎本金可能一夜归零。公司正在推进西南区项目，如果这笔资金亏损，项目进度会受影响，银行授信也会出问题。他说的很有道理，我笑了笑。李总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的玩法你们不了解，看着就是了。刘兴荣沉默几秒，一摆手，按陈总说的办。李总深吸一口气，点头，转身出去。第6天晚上，屏幕上的线开始动了，我盯着那几个数字，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了几下。刘兴荣凑过来，开始了。快了。他点点头，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来了。盘面动了，我盯着屏幕，开始敲击键盘。刘兴荣凑过来问怎么样，我说不急。打开交易界面，开始挂空单，1000万、2000万、5000万，分批布局。他看着跳动的数字，喉结滚动。第1天没跌，第2天反弹，空单浮亏，他坐不住了，在房间来回转圈，气氛十分压抑。第3天晚上，我盯着盘面，刘兴荣在沙发上闭着眼。门开了，一个小姑娘端着托盘进来，咖啡茶点摆得整整齐齐。刘兴荣被惊醒，看了她一眼，问：新来的？她说是行政部新招的，叫许莹莹。刘兴荣一愣，许莹莹，赢2次，这名字好啊。我忍不住笑了，人在紧张的时候，什么都能当成精神寄托。我说：许莹莹，从现在起，你是我秘书。她惊呆了，但马上反应过来。好的，陈总，我一定干好。又过了1天，盘面终于动了。K 线掉头向下，一根阴线吞掉前3天的涨幅，浮亏开始收窄。刘兴荣盯着屏幕，眼睛都不敢眨。傍晚收盘，账户持平，他长长舒了口气，瘫在沙发上说：老弟，我这心脏快受不了了。我说：还没开始呢。他一下坐直了，说：这还没开始。我点头。第2天白天公司例会，各部门汇报进度，最后提到材料采购。工程部经理站起来说：2期工程马上进场，钢材水泥得提前订，现在价格还行，再过半个月可能又涨。刘兴荣看向我，我摇摇头说：再等3天。工程部经理急了说：陈总耽误工期就是增加成本，到时候材料涨价，人工也得加钱。我说等3天。他张了张嘴看看刘兴荣，刘兴荣一摆手说：听陈总的，散会。晚上盘面沉闷，窄幅震荡，没什么动静。刘兴荣靠在沙发上，眼皮越来越沉，最后彻底睡着。我盯着屏幕，也有点困。门轻轻开了，许莹莹端着托盘进来。门开的那一瞬间，屏幕上的数字突然跳了一下，一根大阴线直接穿透支撑位。我眼睛一亮，来了，忍不住转头看了许莹莹一眼。这丫头有点玄学，门一开，行情就发动了。刘兴荣被惊醒，揉着眼睛坐起来问：怎么了？我说：过来看。他一个机灵，直接从沙发上弹起来，窜到电脑前。屏幕上的数字正在疯狂跳动，一根接一根的阴线往下砸。账户里的数字开始翻倍，2个亿变成4个亿，4个亿变成5个亿。刘兴荣瞪着眼睛，嘴巴张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下意识端起旁边的咖啡，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但眼睛没离开屏幕。他声音发颤说：老弟，要不要平仓？差不多了吧？我说：急什么？我打开交易界面说：不但不要平，还要加码。他脸抽了一下说：还加2个亿变5个亿，我已经知足了。我点了几下鼠标，又加了2成仓位。他看着我，操作手都在抖。当天收盘利润稍微回吐一点，还剩4亿5千万，但仓位更重了。我掏出手机给徐梦发消息，把我卡里那2000万转到期货账户。很快他回了：转了，你小心点。
我笑了笑，把手机放到一边。第二天白天，刘兴荣一整天都魂不守舍，好不容易熬到晚上8点、9点、10点，还没开盘，盘面已经开始提前反应，集合竞价阶段价格直接跳空低开，然后一路向下。刘兴荣盯着屏幕，整个人像被钉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打开账户，利润17亿。他咽了口唾沫说：“老弟还不平？”我说：“还没到。”他问：“到多少？”我看着屏幕说：“负数。”他腿一软，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一只手撑住桌子，稳住身体说：“负数，老弟，你说真的？”我说：“真的。”他扶着桌子慢慢坐回椅子，没再说话，只是盯着屏幕。后半夜价格逼近0，我开始分批回补，平掉一部分空单，锁定利润，剩下的等最后那一下。凌晨3点17分，价格触及0。刘兴荣猛地站起来，我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最后一批空单平仓，屏幕上的数字定格23亿。刘兴荣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大口喘气。我打开另一个账户，徐梦那2000万现在变成了3个多亿，还没完。凌晨3点20分，价格继续往下，最终定格在-37块6毛3。刘兴荣看着那个数字，慢慢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像看一个怪物。他说：“老弟，我现在给你磕个头行不行？”我笑了，他一脸呆滞。23亿，我的妈呀！猛地坐起来，抓住我胳膊说：“老弟，我还搞什么房地产啊？咱俩专职做期货的了。”一夜未眠，9点，国内期货市场开盘，外围市场昨夜暴跌，今天早盘必然跟跌，这正是我要的机会。我打开交易界面，开始挂单，螺纹钢、热卷、玻璃、水泥，凡是项目用得着的全挂，价格低得离谱。另一个账户里，我早已平掉空单，在0美元附近反手买入了原油多单，现在油价还在10美元以下，比矿泉水便宜，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北方那场战争就会推高油价至130美元，现在买等于捡钱。刘兴荣的账户我也没闲着，从23亿中拿出10亿，一点一点建仓多单，原油、铜、橡胶，能买的都买一点。9点半，第一批单子成交；10点，第二批；11点，第三批。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成交记录，我嘴角微翘，够了。下午2点，管理层会议，我走进会议室，所有人已到齐。刘兴荣坐在主位，满面红光。陈总来了，坐。我落座，扫视一圈，财务总监李总、工程部经理、营销总监、几位副总全在。刘兴荣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一期的资金有了。”众人面面相觑。刘兴荣指向我：“你们猜猜，陈总昨晚给公司赚了多少？”他伸出2根手指，翻了2番，比出23的手势。23亿，2个亿本金，昨晚赚了23亿。会议室嗡的炸了锅，财务总监李总疼得站起，椅子滑出老远，瞪大眼睛看我，嘴巴张合却说不出话。我摆摆手：“李总，淡定，坐下说。各位，就是市场来了行情，碰巧遇上了。”刘兴荣哈哈大笑，毫无风度：“你们看新闻了吧？昨天原油跌到负数。这种机会谁碰巧能抓住？反正我没这本事碰巧，但没关系，陈总有，他能碰这个巧。”他双手撑着桌面站起来：“这下好了，1期资金有了，2期也不在话下。西南区那个项目可以放开手脚干了。”掌声雷动，刘兴荣等掌声稍落，又抛重磅炸弹：“全公司从上到下，包括保洁阿姨，每人发8000块奖金。这段时间加班的同事，加班费翻倍。”下午4点多，徐梦拎着保温桶进来给我送汤，我看他表情有些奇怪，问：“怎么了？”我刚才好像看见我哥了。徐海？就在1楼大厅，电梯门关时看见一个人，特别像他。他好像也看见我了，但没进来。我说：“可能是来对接业务的，最近不少公司过来跑单子。”我拨电话给营销总监，让他查一下。几分钟后，电话回过来：“陈总，查到了，刚才有位徐经理来过，但他们公司目前还没拿到单子。陈总，要不要安排一下？”我笑了笑：“有合适的安排一点也行。这家公司跟我们股东有点关系，但不用特别照顾，正常走流程。”明白。挂断电话，徐梦看着我：“你安排他们了？”“顺手的事。”但我没想到，这随手一安排，反而给自己安排出事来了。傍晚回家，刚进门就看见徐梦坐在沙发上，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我心里一紧：“怎么了？”她摇头不说话。倩倩跑过去抱住她：“妈妈哭了。”我蹲下来问倩倩：“发生什么事了？”倩倩小脸一鼓，气呼呼的：“今天去吃饭，外公打妈妈了，还骂妈妈不要脸。”我心里的火直接窜上来。那个老头子在医院闹着要跳楼，是我上去就下来的，现在转头打我老婆。我深吸一口气，压住火，握住徐梦肩膀，让她面对我：“梦梦，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他眼泪又涌出来，扑进我怀里，紧紧抱住我。别问了，醉生，求你别问了，我说不出口。我搂着他轻轻拍背，等他情绪平复，转头问倩倩：“舅舅去了没有？”去啦。我掏出手机，直接拨给徐海。徐海，今天怎么回事？他愣了一下，随即语气变了：“你还好意思问我？陈醉生，你可真行啊，把自己老婆往火坑里推，现在还装没事人。”我握紧手机：“你把话说清楚。”说清楚。行，你把我妹推给刘杏荣当二奶，换自己荣华富贵是吧？小月他们同学拍的照片，车展上刘杏荣给你老婆买车，一出手就是上百万的奔驰。还有我亲眼看见的，我妹去远景集团，手里拎着保温桶，坐的是总裁专用电梯，卖妻求荣。陈醉生，你还要不要脸？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原来是这样，原来他在饭桌上受的是这种委屈。那些亲戚用那种眼神看他，说阴阳怪气的话。他爸当着所有人面一巴掌扇过来，就因为一辆车、一部电梯、一件莫须有的事，我心里绞痛，又一阵怒火。徐梦坐在沙发上，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我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徐海，你们公司最近拿了远景集团几个单子，都算你的业绩吧。”那边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啊？”“那些单子没了，还有你们徐家被骗的那套房子，我原准备打个招呼，让流程走快一点，早点还给你们。现在慢慢等吧。至少3年。”陈醉生，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到茶几上。徐梦抬起头看我，眼眶红红的，眼泪还挂在脸上。我走过去把她揽进怀里，安慰她说：“没事了，有我在。”倩倩也跑过来，抱着我们俩的腿。一大早，营销总监打来电话：“陈总，那家公司的徐经理又来了，问业务停掉，怎么回事？”我冷笑：“你就跟他说，他得罪我们集团股东了，让他自己回去想。想不明白的话，以后他们公司在宁海，一个单子都拿不着。”挂了电话，我继续看文件。我能想象徐海听到这句话的表情，在宁海做房地产营销，莫名其妙得罪了远景集团的股东，这是什么概念？等于在宁海这行判了死刑。下午，营销总监又打过来：“陈总，他们公司老总也来了，和徐经理一起，我推说开会，没见。”我笑了笑，晾着他们，不用管。第二天，我到公司刚坐下，营销总监的电话就追来了：“陈总，徐经理和他们杨总又来了，您看。”我看了眼时间，9点半。昨天晾了他们2小时，今天一早就又过来，看来是真下得不轻。带他们去大会议室。大会议室，陈总，今天是供应商会议。对，就参加那个。电话那头愣了1秒。明白了。我挂了电话，整理桌上的资料。西南区那个项目，远景市总承建方，老城改造加滨江扩容，体量太大，光靠我们一家吃不下。钢材、水泥、广告、会诊，所有供应商今天都要叫到一起，把规矩讲清楚。10点整，我推开大会议室的门，里面乌泱泱坐满了人。我扫了一眼，就看到徐海和杨总，他们来得晚，只能在墙边加了2张凳子，十分突兀，想不注意到都难。徐海目光落在我身上，表情瞬间凝固，嘴张着，眼睛瞪得老大，整个人像被点了穴一样定在那里。我没理他，径直走上讲台。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醉生，远景集团新任 CEO。底下有人交头接耳，有人交换眼神。今天请各位来，是因为西南区那个项目，老城改造、滨江扩容，体量多大，不用我多说。在座的各位，接下来3年，你们都会从这个项目里分到一杯羹。但有一条，我的声音沉下来，所有供应商必须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材料标准、施工进度、验收流程，全部按规划走。谁掉链子，谁出局。我扫视全场，远景吃肉，你们喝汤，但汤怎么喝，我说了算。台下安静几秒，然后有人开口：“陈总放心，我们肯定配合。”陈总尽管吩咐，我们跟着干。声音越来越响，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兴奋。回到办公室，刚坐下不到10分钟，许莹莹电话来了：“陈总，有一位杨总和徐经理求见。”让他们进来。门开了，杨总满脸堆笑，一进门就伸出手：“哎呀，陈总，上次在您公司见到您，我就觉得您不同凡响，没想到这才多久，您就成了远景的 CEO 了，真是年轻有为。”我握住他的手摇了摇：“杨总，客气了。”徐海跟在后面，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看都没看他。许莹莹泡杯茶给杨总，许莹莹应了一声，端了杯茶过来，放在杨总面前。徐海站在原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没他的茶。杨总眼珠转了转，他这种人精，自然看得出徐海跟我之间有事，但他也知道我跟徐海是亲戚，有些话不好明说，我直截了当：“杨总，你是来要项目的吧？”
他愣了一下，我指指徐海，他的问题不解决，你们拿不到任何项目。徐海脸色一变，你，杨总赶紧拉住他。小徐，小徐，他按住徐海的胳膊，你也是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有什么做的不对的，跟陈总道个歉不就完了？徐海胸口一闷，脸涨成猪肝色。杨总看看他，又看看我，识趣的站起来。陈总，那你们先聊，我出去等。他推门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徐海。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徐海，知不知道你得罪了哪位远景集团的股东？他愣了一下。我说的不是我，我对你无所谓。你得罪的是我老婆，你妹妹徐梦，她现在是远景集团的股东之一。徐海的眼睛瞪得溜圆。怎么可能？我冷哼一声，我说我住花园洋房，你不信；我说你妹妹是远景的股东，你也不信。那刚才在大会议室里看到的是什么？还有现在你站在这里看到的又是什么？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我拿起电话，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刘董，让他告诉你，上次远景集团的股东大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徐海彻底石化了，站在我面前像一根被雷劈过的木头。晚上，倩倩睡了，徐梦洗完澡钻进被子，紧紧贴着我，我伸手搂住她，沉默片刻，她轻声说：“醉生，谢谢你。”谢什么？她没答，只把头靠在我胸口。有时想想，像做梦一样。咱们家现在这样，倩倩好了，生意好了，住的也好。顿了顿，就是想起结婚那时候，有点心酸，办得太简陋了。你家里没人来，我爸妈又那态度，连个像样仪式都没有。他把脸埋在我胸口，没再说下去。我搂着他，没说话，心里却动了什么。结婚时我还没重生，原主那个烂赌鬼根本没把婚礼当回事。徐梦顶着全家反对硬嫁，一个人撑完寒酸的场子。现在他这么说，我应该补他一个婚礼，就当我重新娶她一次。想到这里，感受到他靠在我胸口的温度，心里竟隐隐激动起来。说办就办。第二天周日，我起了个大早，徐梦还在睡，我亲了亲她额头，出门直奔宁海最老的珠宝店，专做定制。店长听我说完要求，拿出一个盒子。陈先生，您运气好，我们刚收了一颗5克拉的地色无瑕钻石，比例是切工，火彩极好。盒子里是一颗裸钻，灯光下纯净的像一滴凝固的水。这个料子极好，就是一直没找到配得上它的客人。您要的话，我们现在开炉，现场加工。多久？3个小时。我点头，开吧。2个小时后，一颗完美的圆形钻放在黑绒布上，每个切面都折射出细碎的光，像把一颗星星攥在手里。回到家，徐梦刚起床，穿着睡衣在客厅里晃，倩倩趴在沙发上画画。我走过去，单膝跪下，掏出戒指盒，打开。徐梦，她愣住，上次婚礼不算，这一次是我，陈醉生要娶你。她捂着嘴，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说不出话，只是点头，拼命点头。倩倩从沙发上跳下来，扑过来，妈妈哭了，爸爸，你欺负妈妈。徐梦哭着笑，不是欺负，是……她说不下去了，只是紧紧抱住我。我把戒指套在她无名指上，刚好